夜晚11点啊，一个身材高挑、五官精致的年轻女人披着浴巾从厕所里走出来。她边用毛巾轻轻擦拭着黑色的长发，边走到位于11楼高的窗口边。她呀，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，没有任何的背景和关系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买下了一户海景房，那给父母那是挣足了面子。可惜她的父母呀，住了几天之后又跑回老家去了。可是光鲜艳丽的背后，总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、丑陋和黑暗。这说话间呢，张雪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张少女的脸，咯吱一声，厕所的门再次打开了。张雪跌落在地上。你没事吧？看了那个男人一眼，张雪干笑着摇头，表示自己最近太累了，没有好好休息而已。等到男人转过身去，张雪看着窗口，微微咬着嘴唇，心里暗暗地说道：小智，你别怪我，是你自己太傻，失去处子之身后跑去跳楼自杀。我不欠你的，我也不怕你。你要真是鬼，今晚来找我报仇吧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男人走到张雪的身后。宝贝，我爱你。这男人却突然静止不动了。睁开眼睛一看，男人跪坐在张雪的身上，瞳孔放大，表情呆滞。这男人却突然静止不动了。睁开眼睛一看，男人跪坐在张雪的身上，瞳孔放大，表情呆滞。这张雪喊了几声，他都没有任何反应，像是中了定身术一般。愤怒的张雪正想咬开手腕的绳索，这男人突然动了，他掐住张雪的脖子，直接扇了4、5个耳光。疯了，你打我干什么？男人露出了一股蔑笑，阴声怪气地说道：你这种女人，为了钱有什么做不来的？他看了一眼床头柜的钱，咬牙说道：今天你可要好好伺候我。你快滚，老娘不做你的生意了，你别硬来，我老板可是……张雪本来想说出夜总会老板的名字，警告这男的别轻举妄动，可是已经迟了，手里拿着一条约1米长的褐色皮鞭，脸上露出阴森恐怖的笑容。最令张雪胆破心惊的是，她在这个男人的脸上竟然看到了少女的影子。10分钟之后啊，张雪浑身都是鲜血淋漓的鞭痕，疼得快要昏厥过去了。这个时候，男人走下床去，张雪心想，总算是结束了。谁知道，男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左手拿着一把刀，右手拿着一个瓶子。老板，我错了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你不要再这么折磨我了。张雪哭着哀求道。男人捏住张雪的嘴，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：我不要钱，如果你能还我一条命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张雪睁大双眼，想要不顾一切的大声吼叫，却被男人再次塞住嘴巴。男人面不改色的在张雪脸上划了几刀之后，漂亮的脸蛋顿时像扯烂的画布。这还不算完，男人邪笑着把盐洒到了张雪的身上。本来快要昏厥的张雪被钻心的疼痛刺激到完全清醒。我要把所受的痛苦100倍的偿还于你。男人低声怒吼，血迹浸染了整张米白色的床单。浑身浴血的男人走下床去，随后就走到窗边，张开双手，像小鸟一样飞了出去。究竟这世上有没有鬼？你是无神论者，你不相信鬼怪？或许你还没有真正的开眼看世界。在这个张雪死之前啊，那个男人还拿过一种长管子，准备给她灌。突然间，一阵听起来便知是故意的咳嗽声传进了几个人的耳朵里。一个50多岁的老头坐在偏僻的角落里，抱着双手，闭目养神，对陈寒所说的鬼故事是丝毫的不感兴趣，与陈寒等人也是格格不入。怎么，老李，你也想听啊？别装模作样了，快过来一起听吧。小伙子，祸从口出这话听过没？小心乱说话，回头被人切了舌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房间里的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度，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。正当陈寒想要解释，只是打个闷子，这老李头再次闭上眼睛，仿佛从来就没有开口讲过话。这个时候，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走进房间里，所有人顿时闭上嘴巴。中年男人捏着他的耳朵责备道：你个混蛋，给老子记住，你进来是做保安，不是做老板的，整天在这里插科打诨，
快滚去巡视！哎呀，得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呸！等老子哪天发达了，一定在这里买座房子，然后天天的在你面前晃悠，看你还敢不敢神气。哼！哎，也怪自己没本事啊。这陈寒呐，打小父母双亡，靠着亲戚左凑右借的钱，读完了9年义务教育，成绩也不理想。陈寒干脆跑到市区里打工，不是做服务员就是送快递。这经理见他年纪小，还经常的克扣工资。就在1周前，陈寒路过这个名叫江南城的小区，看到门口贴出一张招聘告示，要求很简单，月薪3500元起啊！陈寒当时2只眼睛都发亮了。要知道ZL市本科毕业生也才3000左右啊。陈寒呢，啥本事没有，唯独就是胆子大。以前在村子里的时候，经常穿过墓地去别人的地里偷东西吃。你说这人胆子大不大？陈寒来到了江南城物业的办公室，王小姐让陈寒填了份简历，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。虽说这陈寒文凭不高，可是口才还不错。经理很快的批准了陈寒入职。签订合同的时候，陈寒试探性的问道：“王姐，为啥咱江南城的工资这么高？好像还没几个人来报名啊？”工资再高也得有命花呀！哎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赶紧签了合同就去领制服，不想干就滚蛋！我就是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陈寒小声嘀咕了2句，赶紧在合同上签了字。这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又被王姐喊住。这王姐拿出一份保险单让他签名，陈寒看了2眼，心里咯噔了一声。这可是价值100万的人身意外险啊！这可是价值100万的人身意外险啊！这次陈寒学聪明了，没再多问，直接签名。反正对于他呀，是百利而无一害。陈寒到人事科报到，录了指纹，再辗转来到了保安值班室。这保安队长叫宋国明。得知陈寒只有16岁，宋国明脸色大变。哎，我说，你真想好了要来这里当保安？这里工资高，福利好，为什么不呢？哎，明哥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？没什么，这里挺好的。等换了衣服，我带你去看看你负责的区域吧。1周下来，这陈寒凭借着出色的讲鬼故事的能力，很快的就和其他的保安混熟了。不过他在江南城待的时间越久，就越觉得有些古怪。所有保安都是需要轮值的，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，而陈寒只需要负责小区内其中一栋C3楼房就可以了。他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。看似是陈寒占了大便宜，可他不傻，这其他保安一点都不嫉妒自己，眼神中反而透出一种可怜的感觉。所以啊，陈寒这几天一直想着搞清楚事情真相，可惜并没有人肯说出真话，都是敷衍了事，说他年纪小，多照顾照顾他罢了。说起这个小区啊，整个江南城分为 A、B、C、D 4个区域，每个区域有3到5栋楼房。陈寒负责巡视的是 C3。这一天呢，当他走过 C2时，突然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妈的，敢来老子的地盘灭火，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陈寒掏在别在腰间的警棍，小心翼翼地顺了过去。当那人走到1楼防盗门处，陈寒凭借着楼道的灯管，也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。身体猛然绷紧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不夸张地说，那可是陈寒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了，完美比例的9头身身材，这么一个绝世倾城的美女，竟然跑过来撬锁偷东西。突然间，女人回头看了一眼陈寒躲藏的地方，与此同时，好像有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陈寒的肩膀上，甚至还抚摸了一下陈寒的肩膀。好在这陈寒反应也不慢，及时低下头，肩膀上的重感也消失不见了。估计啊，是心理作用吧。不远处，那个女人皱了皱眉头，拉开玻璃门走进了大堂。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这么漂亮的女人竟然做起贼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抓住她，再劝她改邪归正。到时候她也许会感激我，说不定会以身相许呢。嘿嘿嘿。陈寒走进玻璃门附近，小心翼翼地探头一看，那个女人也正好进了电梯。刷了门卡，陈寒走进大堂，又退回到门禁系统旁边看了一眼，上面并没有损坏的痕迹。难道这女孩有门卡？她是这里的业主？可她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？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。在陈寒再次走进 C3后，物业办公室的王姐在远处看到这一幕，摇头叹气道：
怕是又要重新贴一张招聘告示喽。进入了大堂，陈寒打了个喷嚏，冷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像是置身于零下几度的冰库一般。陈寒走到前台，查看中央空调面板，不对呀，上面显示的是22度啊，属于正常温度啊，估计是中央空调又坏了吧，还是工程部那群人根本就没来修啊。等到电梯叮的一声响之后，陈寒注意到美女进入的电梯停在了11楼。奇怪，这层楼没人居住啊，走廊的灯也是坏的，工程部的人一直不肯来修，他去11楼干什么？陈寒走进电梯，犹豫了2秒之后，按下了11的按钮。当电梯打开之后，陈寒看着一片漆黑的走廊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左手握紧警棍，右手举着手电筒，慢慢地走出了电梯。楼道里一如既往的黑。当陈寒迈出第一步时，他闻到了一股以前从来没有闻过的桂花香味儿。他用力嗅了几下，发现这味道啊是从左边传过来的。C3 这栋楼共有22层，每层正中央有2部电梯，左右两侧各一条逃生通道。陈寒举着手电筒，顺着香味的方向一步步地走着，来到1114房门口。陈寒已经确定香味是从这里面传过来的。这奇怪了，据物业所给的登记资料，11楼暂时是没有人居住的。难道有人偷偷地住在里面了吗？江南城小区的房子都是精装房，拎包便可入住。如果真是美女住在里面，那她肯定是无家可归才会出此下策。自己可以先教训她一番，再邀请她到自己的出租屋。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这女方必有所失。想到这里啊，这陈寒忍不住舔了舔嘴巴，他下意识地扭了门把手，这门竟然开了。这女人的安全意识也太弱了吧？不对，她应该是没想到会被人发现吧？美女，我是这里的帅哥保安，话音戛然而止，倒不是有人回应他了，而是陈寒听到了一阵水流声。这是一户3室2厅2卫的房子，陈寒谨慎地确认过3个房间里都没有别人，这才偷偷地靠近最里面的厕所里。橘黄色的灯光从玻璃门透出来，这陈寒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贴着墙，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突然闯进去一饱眼福，反正他有把柄在自己手上，绝对不敢声张。可这样做实在有些下流无耻了吧？转身离开做个正人君子，那可是陈寒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了。要不我就看一眼然后退出去，反正神不知鬼不觉的。突然间有人拍了陈寒的肩膀一下，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起身一看，身边没有任何人。奇怪，难道刚刚是幻听了？咬了咬牙，陈寒再次弯下身子。奇怪，怎么水变了颜色了？有些红，不对，越来越红，像是掺了水的红色染料，很快变成鲜血一般。陈寒支撑不住往前倾，手正好按在了厕所的门把手上，门开了，陈寒也摔了进去。浑身湿透的陈寒坐在地上，背对着女人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糟了，这下可怎么解释啊？陈寒转动了几下眼珠，咳嗽了几声，慢吞吞地说道：我不是故意要偷看你洗澡的，我是小区保安，你偷住在这里可不合规矩啊，你还是赶紧收拾东西走吧。如果你真的没地方住，你可以先去我的出租屋里将就几天。好呀，谢谢你，你人那么好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呢？你肯定知道怎么报答的。不对，我不是那种人啊。正当这陈寒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只玉手从后背绕了过来，摸上了陈寒的胸膛，他整个人的身体都要僵硬了。那只玉手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，他终究的是忍不住睁开眼睛，霎时间吓得合不上嘴。你的头去哪儿了啊？有鬼！陈寒摔倒在地上，手脚并用的想要爬出厕所。这爬了2步之后啊，低头一看，地上全是血。橘黄的灯光下，一具没有脑袋的裸体女人伸出右手，轻轻地摸着陈寒的脸。他看的那是一清二楚啊，血水正源源不断地从脖子里的窟窿里冒出来。身材婀娜多姿的女人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。这即便身材再好，此时的陈寒心中是10000个懊恼，还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啊！他要是早点抽身离开该多好，现在已经是后悔不已了。不是他不想走，而是他被吓得2脚发软，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更不要说逃跑了。
你不是觉得我好看吗？你不是想要我报答你吗？大姐，不是，美女，不是女侠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占你便宜的，不该偷看你，我是混蛋，我是流氓，你饶我一命吧。陈寒跪在地上拼命地磕着响头，他平时胆儿大，那也只是嘴上说说，哪里真正见过鬼呀？哪里会相信这世上有鬼呀？所谓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世上有多少是好龙的叶公，又有多少人为欺世盗名之徒？如今亲眼所见，陈寒的心里自然是心生恐惧，哪还敢多想啊？只想着如何活下去，如何保住自己的命。让我放过你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现在是别说让陈寒答应一个条件了，就算是10个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点头的。女鬼让陈寒左手绕过裤裆，捏住左耳朵，右手绕过裤裆，捏住右耳朵，陈寒都一一照做了。这个姿势啊，着实是难受啊。但是陈寒不敢有半点怨言，只怕一不小心惹恼了这女鬼。突然间，女鬼伸脚踹了陈寒的屁股。哎呀！他本就重心不稳，一下摔个狗啃泥。他赶紧吐掉嘴里的血水，正想解释，突然听到了银铃一般的笑声。他屏住呼吸，慢慢地转过身子，那具无头女尸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材姣好的气质美女。她的穿着和楼下的美女一模一样，上半身卡通 T 恤，下半身超短热裤，五官也是很精致，而且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。可是两个人明显长得不一样啊，楼下的美女是披肩长发，而眼前的这个女孩扎着马尾。慢着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眼前站着的是人还是鬼。陈寒咽了咽口水，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直接伸手摸了一把女孩的小腿，很滑很细，而且还有体温。反倒是马尾女孩吓了一跳，脸上露出厌恶之色，恼怒道：干什么？还真是色心不改。你是人？我不告诉你。你为什么要耍我呀？谁让你起色心的？要不是你想偷看别人洗澡，又怎么会中计上当？哼，完全是你咎由自取好不好？我呢，只不过略施一点障眼法，让你受点教训，不过分吧？不对呀，陈寒回想起刚才的那一幕，他确实是看到了一具无头尸体和满地的血水。他今晚也没有喝酒啊，两只眼的视力都是5.2，根本不可能眼花看错啊。为什么他会变了模样，像是做过整容手术一般？你施了什么障眼法？你是魔术师？魔术师？呵呵，看来你什么都不懂。马尾女孩语气中透露着一种不屑，不是对魔术师职业的不屑，而是对陈寒的不屑。一个乱闯民居的女贼还敢瞧不起自己？陈寒顿时火冒三丈，掐着腰说道：你得意什么？你不过也是个小偷，3更半夜跑来这里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偷东西。你再不乖乖配合，我立刻把你送去派出所去。哼，白痴。马尾女孩哼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陈寒3步并作2步追了上去，想要抓住她的肩膀。马尾女孩侧身避过，反抓住了他，随意的点了一下。陈寒的手腕顿时肿了一圈。哎呀，好疼，快点帮我治好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这可是你咎由自取，你要是乖乖离开啊，明天上午12点前自会痊愈。要是继续跟着我，小心你性命难保。万一他撒谎，明天手腕还是疼痛，那可怎么办？你不帮我治，我就跟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。看着他，马尾女孩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。不过她这一笑啊，更是显得闭月羞花了。陈寒看的是两眼发愣，几乎忘了手腕的疼痛。哼，你尽管跟，等一下呀，别尿裤子就行。马尾女孩懒得再搭理陈寒，转身走出房间。陈寒犹豫了几秒，还是跟在后面。刚靠近2步，他就听到马尾女孩在自言自语道：不用，一头晕羊罢了，真要杀了他，会被人说丢了身份。何况他还挺好玩的。啊，小白，我们先想办法找到他吧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耗在这里。杀了我？他在和谁说话呢？想要杀的人不是只有我吧？晕阳又是什么？对了，他一定是在装模作样，想要吓唬我。我陈寒可是在墓地里也能一觉睡到天亮的人，休想吓倒我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怎么想找我报仇？哎，有鬼呀！这个红衣女鬼！什么？你怎么忘了你的胳膊啦？陈寒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转身，结果撞到了身后的柱子上。马尾女孩笑的是前俯后仰，陈寒爬起来，气急败坏的想要冲过去教训她。马尾女孩冷笑一声，指着陈寒的手腕，
陈寒低头一看，手腕又肿了一圈，几乎和握起来的拳头一般大小。陈寒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我？”马尾女孩收起笑容，一步步地走过来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冷，弯下身子。马尾女孩眯着眼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因为你面目可憎，因为我喜欢。哼，你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？”我这陈寒呀，本来想硬气地回答一句我不怕，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杀气，下巴不停地打颤。突然间，女孩再次绽放出如花笑靥，一步步地靠近着陈寒。她咽了咽口水，缓缓地退后几步。看到陈寒跌倒在地上，女孩捂嘴笑道：“看来你真的很怕我啊，胆小鬼！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尿裤子喽。”切，不用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低头一看，陈寒暗自懊恼，裤裆处湿了一大片。不过这可不是尿，是在厕所跌倒时弄湿的。他正想解释呢，仿佛喉咙里噎着一根鱼骨，吞不下，吐不出来。陈寒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让自己吃了好几次亏的女孩，没好气地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啊？想找我报仇？你要是想自讨苦吃啊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叫水灵灵。”水灵灵？怎么听起来像个假名字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来这里干什么呢？陈寒实在是有太多的疑惑了。别的不说啊，他自小在村里长大，到处是摸爬滚打，身体素质那可是一流的。16岁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140斤，一般的同龄人那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他刚才偷袭水灵灵，不但没成功，还吃了一亏。毫无疑问，即便是陈寒用尽全力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嘴角一扬，水灵灵冷笑道：“哼，凭你也想知道我的身份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想死的话，别再跟着我，否则我真会杀了你。”我知道了。虽然这陈寒心有不甘，却也不敢再纠缠这个女魔头，打算先离开C3楼。若明天手腕还不好，再去一趟医院检查一下。这转身走了2步，陈寒听到身后传来异响，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水灵灵正飞奔过来，俏脸阴寒，杀气四溢。我都准备走了，女侠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滚开！哼，原来你躲在这里，让我找得好辛苦啊！女侠，你可别吓我，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啊！水灵灵没有回应，右手搭在后腰处，眉头紧皱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眨眼的功夫，整条走廊刮起了一阵大风，怪风从轻拂到刀割一般，不过1/1000秒。陈寒竟然被狂风顶得跌坐在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。水灵灵比陈寒看起来弱小许多，却丝毫不受影响，如屹立在寒雪中的青松一般。与此同时，走廊里某些角落里亮起诡异的红光，一闪一灭。陈寒隐约地在红光中看到了一些恐怖的面孔，那些面孔上的皮肉已经溃烂，流出恶心的黄绿色脓液。陈寒看了几眼之后，就再也忍不住，趴在地上吐了起来。不想瞎找的话，立刻闭上眼睛。哼，没想到还是风系的玲珑鬼，正合我意。你找死！风势更大了，风声听起来也和之前有些许不同。陈寒谨记水灵灵的吩咐，紧闭着眼睛，直到水灵灵低呼一声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水灵灵的卡通 T 恤上竟然有几条裂缝，看起来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给割破了。2条手臂也有几条一字形的伤口，不断的渗出血迹。啊，你受伤了！别过来，你个笨蛋，找死是吧？水灵灵出声阻止，可是为时已晚。水灵灵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最终还是出手了，把陈寒拉到身边，手臂上也多了一条血痕。水灵灵骂了一句，陈寒不敢还嘴，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地面上凭空出现了一条深约5寸的深沟，像是有人用斧头在地上狠狠地劈了一刀。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？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？3界内外无所不现，包罗天地，尽管现形！现！这水灵灵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张紫色的符纸，上面刻画着复杂冗长的符号。这陈寒只是随意看了一眼，顿时觉得头晕眼花。念完最后一个字，水灵灵把符纸拍在地上，大喊了一声。时间停顿1秒，以紫色符纸为中心，爆发出耀眼的强光和强大的威压。陈寒几乎要被掀飞出去了，他也顾不得其他了，眼疾手快地抱住了水灵灵的大腿。一阵白光像被石头激荡的湖面一般向四周散去，速度极快。
范围大约有10几米。东北方位传来出一声闷哼，似乎受了暗伤。红光骤现，走廊里的气温顿时下降10几度，墙上凝结出薄薄一层冰霜，通道里的所有黑气同时席卷过去。几秒钟之后，一团巨大的黑色圆球飘在空中。没想到你居然用降符，看来你也不是俗世中人，谁派你来的？我从哪儿来的，用不着你管，只要乖乖被我降服，我自会渡你轮回。你报够了没有？快滚一边去！想降服我？你不过是2品阴阳师，也敢口出狂言？小妹妹，大家得水不犯井水，别自不量力啊！虽然听不懂这2人在说什么，但陈寒知道今晚发生的事已经超乎了自己的认知了。这团黑球能够伤到水灵灵，必然不好对付。反正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他磕了几个响头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，你慢慢休息，我们不打扰了。先走了。快呀，反正你也受伤了，我们先撤退吧。”闭嘴！哼，我还真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水灵灵右脚一蹬，左掌为刀，右手分别在左掌下面掐住坤兑2种手势，嘴里念叨：“水冲波。”有种小气！在陈寒的目瞪口呆中，2团小绿火从水灵灵的脚边冒出来，火焰中各有一个小巧玲珑的骷髅头骨。2个骷髅头嘴巴张合了几次之后，同时射出10几支长约3寸的水箭，快速射向东北方位。那圆球发出低沉的念诵声，1米前的空地上飞出一团小型飓风，呼啸着迎向小水箭。轰的一声，两者撞在一起，轰然大响，尘土四散飞扬。看到双方势均力敌，陈寒松了一口气，正想着如何再次劝水灵灵离开时，一团小型飓风从尘土中快速飞来，直攻2人。糟糕，快躲开！陈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抱住水灵灵往右边滚去。可他的速度怎么能比得上这小型飓风呢？小飓风撞在陈寒的背后，直接击飞2人。飞出几米后，陈寒松开抱着水灵灵的手，胸口一闷，吐出一大口鲜血。你没事吧？你个傻瓜，为什么要扑出来？真不知道这傻小子怎么想的，毫无本事还敢逞英雄。你竟然会使1级阴阳术！你的名言一定很美味。拿命来！无数黑色的触手从黑球中钻出来，闪着寒光，直攻水灵灵2人。水灵灵转过身子，咬着牙说道：“不知死活，小白，杀了他！”小白，好熟悉的名字。陈寒很快想起来，水灵灵之前自言自语时喊过这名字。当时他以为水灵灵是在装神弄鬼，目的是吓唬自己。经过刚才的一幕，他哪里还不明白啊？杀了我！在陈寒胡思乱想之际，一道白光从水灵灵的脖颈处飞出来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看来白光不好对付啊！黑球迅速后退。哼哼，现在才想跑，晚了一点吧？突然间，白光中伸出一只巨大的爪子，这爪子有半米长，肩胛透着寒光，仿佛可以撕裂世间的任何事物。白光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，爪子无视球状黑雾，直接深入其中，把一具灰白色尸体抓了出来，黑雾随即涣散。陈寒就看了一眼，赶紧捂住嘴巴，压抑住想吐的冲动。被爪子禁锢住的尸体发出呜呜的叫声。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这陈寒根本就听不懂，水灵灵明显知道对方在说什么，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别用你的主人吓唬我，他不找我，我一样会找他算账。”眼看求饶无效，灰白色尸体眼中杀意大盛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吐出一大团黑色烟雾，径直飞向水灵灵、陈寒。毫无疑问，对方已知没有活命的希望，想要和2人同归于尽。电光火石之间，白光再次探出另一只爪子，直接抓碎了黑色烟雾。雾气散去，一只只恶心的小虫子从空中掉落，四处逃散。陈寒吓得连连后退，直到贴着墙边。水灵灵面无表情地踩死一只虫子，鄙夷地看着陈寒：“我没怕，只是这东西太恶心了。”哼，懒得理你。小白，能，它归你了。白光发出一阵喜悦的低嚎声，直接把整具尸体拉进了白光中。过了几秒钟之后，几个块状东西和一颗黑色珠子从白光中弹射出来，白光发出心满意足的打嗝声，咻的一声没入水灵灵的脖颈，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走廊内也恢复一片黑暗。开一下手机的手电筒，我要找东西。陈寒只能乖乖地掏出手机，照着水灵灵的话去做，免得遭来杀身之祸。
找了一会儿之后，水灵灵兴奋地捡起那颗黑色珠子，满意的说道：“终于拿到了，总算没有白费功夫。”这是什么啊？陈寒好奇地问道。这话一出口，他当即想扇自己2个嘴巴。这时候还废什么话呀？应该乖乖地躲在一旁，等着这女魔头离开，赶紧下楼，然后递上辞职信，马不停蹄地离开江南城这个是非之地啊！难怪工资给这么高，难怪还有人身意外险。哼，天底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唉，关你什么事？好奇心那么重，是不是想让我割掉你的舌头？陈寒赶紧捂住嘴巴，大气也不敢多喘。水灵灵弹了一个响指，黑色珠子彻底消失了。陈寒知道这是他的手段，也不敢多问。水灵灵心情大好，难得关心起陈寒来，蹲在陈寒面前，水灵灵捏着他的脸打量一番之后，右手一挥一转，掌心出现了一个精致小巧的玉瓶。水灵灵面露得意地说道：“本小姐心情好，特意赏你的，喏，快吃了吧。”我没事，只是受了点轻伤，回去休息一下便好。看着水灵灵递过来的绿色药丸，陈寒咽了咽口水，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，婉言拒绝道。此刻陈寒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跑，跑的是越远越好，谁知道他给的是不是毒药呢？你信不过我啊？我要是想弄死你，有上百种手段，不需要下毒。一句话，吃还是不吃？我不吃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哦。这陈寒呢，也是个心高气傲之人，即便这水灵灵本事再大，也是个女孩啊，凭她也想威胁陈寒，没门儿。水灵灵收起药丸，正当这陈寒暗松一口气之时，水灵灵突然转身，在陈寒的天府穴点了一下。陈寒很快的就感觉到胸口传来一阵阵的闷痛，仿佛被什么重物压着，几乎快喘不过气来，想吐也吐不出来。他勉强站起来，走了2步，再次的摔倒在地上。肯定是这水灵灵在自己身上动了什么手脚。他对水灵灵怒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刚才干了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想让你受点教训。”“哼，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本小姐。”“你个疯女人，老子招你惹你了啊？亏得我刚才好心救你，难怪别人说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。你蛇蝎心肠，你蛮横无理。你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永远也不会得到别人的疼爱，注定孤独一生。”“你再说一遍。”“我。”一直面无表情的水灵灵听到陈寒最后一句咒骂时，脸色大变，含着脸对着陈寒。话音未落，那道熟悉的白光从水灵灵的脖颈处一跃而出，杀意大动。这陈寒暗暗懊恼，难怪老人常说祸从口出，明知道这女人心肠歹毒，杀人不眨眼，何必再招惹她？可是现在道歉会不会显得自己太怂太孬种了？算了，脸面什么的也无所谓了，反正这里也没别人，总好过丢过性命。白光一闪，彻底消失了。陈寒以为对方要动手了，吓得立马磕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女侠，我刚才说错话了，你千万不要杀我呀，女侠饶命呀！”“陈寒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吓唬你的。”突然间，一只纤纤玉手把陈寒搀扶起来。陈寒惊魂未定的转头一看，水灵灵正温柔地看着他，脸上还有着几分愧疚。他赶紧揉了揉眼睛。水灵灵分别在陈寒的手腕和后背的至阳穴点了一下，陈寒吓得后退几步，生怕这个女魔头又下什么毒手。奇怪，陈寒察觉到手腕已经消肿了，胸口也不再闷痛，抬头看着水灵灵，犹豫地问道：“你又想怎样啊？”“陈寒哥哥，我错了，之前不该那样对你。喏，这是坤元丹，可以治愈一般的内伤，如果无伤吃下，还可以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呢。”“你确定是延年益寿，而不是短寿丧命？”陈寒总觉得这水灵灵不怀好意，哪敢相信这是丹药？再说了，他可是看过不少新闻啊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炼丹这一说，那些都是江湖术士骗人的把戏。可他要是不吃，这水灵灵会不会再次翻脸？正当这陈寒犹豫着要不要赌一把时，水灵灵拿起一颗丢进嘴巴里，嚼了几下，咽了。他张开嘴巴，又嘟着小嘴说道：“啊，陈寒哥哥，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”让陈寒最为震惊的不是水灵灵吞下丹药自证清白，而是他的态度和之前截然不同，可以说是完全相反，像是2个不同的人。陈寒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顿时吓得腿脚发软。这个能杀恶鬼、心狠手辣的女魔头，该不会是个有着人格分裂的神经病吧？若真是这样，自己怕是不能活着离开了。突然间，
水灵灵五官极度扭曲，嘴巴变得像鲨鱼那么大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咬住了陈寒的脑袋。陈寒哥哥，你怎么一脸的汗？快吃了这粒丹药吧。好，好。陈寒喘着粗气，回过神来。陈寒意识到刚才是幻觉，仍下了一身冷汗。这水灵灵啊，是太过于喜怒无常了，真不知道他呀，何时善解人意，何时化身魑魅魍魉。水灵灵把丹药递到陈寒的嘴边，他无奈地张嘴咽下。相比于之前蛮横霸道的水灵灵，现在看似温柔可爱的他，更让陈寒是胆战心惊啊！一吞下丹药，陈寒马上察觉到丹田处生出一股暖流，直通身体四肢。之前受伤的后背疼痛全消，整个人也是精神抖擞。他尝试握了握拳头，力量充盈，几乎能一拳打死一头牛呢。陈寒诧异道：“哇，这是什么药啊？太神奇了吧！”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坤元丹，可以治愈普通的内伤，固本培元的灵丹，效果不错吧？还真有丹药啊！若是真能拿到这种丹药的配方，再去配置，那不就发财了吗？而且，既然有治疗内伤的丹药，肯定还有祛疤、补元、美容等丹药，少说也能卖上几千块一粒，不对，几万块一粒。到时候自己摇身一变，变成百万富翁，那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吗？咦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喂，陈寒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哦，你刚才弄伤我的手腕，还私闯民宅，这些可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。看在你年纪比较小，可以放你一马，只要你告诉我如何炼制这些丹药就行。说话之时，陈寒一直紧盯着水灵灵的脸，只要表情不对，他立马就闭嘴。水灵灵听陈寒说完，虽然露出愧疚的表情，却还是摇头说道：“不行。”你别这么小气嘛，我只是想要个丹方而已，大不了我请你吃饭啊，行不行？等我发财了，一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陈寒哥哥，不是我不想给你，这些丹药都是由炼丹师炼制的，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丹方，何况你又不是炼丹师，就算你知道丹方，你也炼制不出来的。你不想给就直说，何必诸多借口？哼，我看你你就是小气。陈寒一脸鄙夷，直觉地认为水灵灵在撒谎。什么炼丹师才能炼制？他在电视上也看过所谓的炼丹师，不过是拿着一把扇子在丹炉边扇扇火，嗑嗑瓜子儿，是个人就能当炼丹师。知道陈寒有所误会，水灵灵嘟着嘴说道：“陈寒哥哥，你不要生气嘛，等我回家一定帮你问问，好不好？”好吧，你可要记得答应过我的。对了，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丹药？再给我几粒。没有了，这2颗还是我从家里偷走出来的时候，去我爹书房里偷。哦，你果然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！等我见到你爸，一定把你做的坏事全都告诉他，除非……嘿嘿嘿嘿。别呀，陈寒哥哥，我很听话的，你别和我爸告状好吗？而且你不会想见到他的。为什么？难不成他会吃了我？哦，对了，让我保守秘密也行。你先告诉我，刚才那是什么珠子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会懂得抓鬼？你可不准撒谎，我很聪明的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手掌一翻一转，水灵灵拿出那颗黑色珠子，详细的给陈寒介绍起来。原来他是一位阴阳师，来自某个神秘的地方。他这次来江南城的目的，正是为了这颗明元珠。这明元珠可不是每一头恶鬼身上都有的。这珠子里蕴含着蓬勃的精神力量和鬼魂运气。只要去除掉明元珠的怨气，阴阳师便能吸收其中的明元，就可以提升修为。这阴阳师的修为越高明元也就越来越多，能使用的法术也就越厉害。这阴阳师可不是寻常道士、和尚之类的欺世盗名之徒，而是有真本事的捉鬼灭鬼的异能者。阴阳师呢，起源于1000多年前，初始时以道派道术为主，后来又融合了佛教、密宗等派别的法术和密咒，分为多个派别，能观星测位、奇门遁甲、逆天改命，而且小五行通八卦，无所不能。更有大能者可以颠倒阴阳，控制生死，跨越轮回，过天命呢。控制生死？你怎么不说飞天入地呢？飞天入地的话，倒也不难，只要达到某个境界就行了。不过我们有规定，不能随便在阴阳面前展示这些。
阴阳，这是陈寒第2次从水灵灵的口中听到这个词了。经过他的解释啊，陈寒这才明白过来，阴阳师所面对的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鬼怪之物。这常人见到，轻则昏迷不省人事，重则肝胆俱裂，一命呜呼，与一种名为阴阳的生物极其相似。这种阳平时和普通阳没什么区别，不过当他们受到一点惊吓，便会晕倒在地，四肢僵硬，无法动弹。所以在阴阳师的眼中啊，像陈寒这种普通人如同阴阳一般。你们不会杀人灭口吧？他一直都没有听说过阴阳师的存在，只有一种解释，阴阳师把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给杀了，他们在和政府机构约定好，自然可以封锁消息，把死掉的人命推在一些通缉逃犯上。陈寒干笑2声，身体不自觉地往后挪了一下。陈寒哥哥，你也太可爱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了你的。除了杀人，我们还有很多手段可以让一个人忘掉他所看到的事，而且没有任何痛苦哟。比如呢？算了，当我没问过。陈寒哥哥，你会帮我保守秘密的，对不对？要是今晚的事传出去了，我爹肯定会责罚我的，好不好嘛，陈寒哥哥？看着水灵灵嘟起小嘴的可爱模样，陈寒还是不敢相信，他和半个小时之前还口口声声要杀了自己的女人是同一个人。陈寒正想问问他，为何前后性格相差这么大，水灵灵突然脸色大变，伸手掐向他的脖子。你别杀我，我答应就是。陈寒苦着脸求饶，这女人果然是在演戏，一直在戏耍自己，而且还那么残暴蛮横，一言不合便动手。突然他捂住了陈寒的嘴巴，拉着陈寒躲到其中一个小屋内，小声地说道：嘘，陈寒哥哥，外面好像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厉鬼，暂时不要说话啊。看到水灵灵表情如此严肃，陈寒也赶紧屏气凝神，不敢多问半句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二人躲进了主卧里，水灵灵则透过门缝盯着外面。期间水灵灵一直垫着脚，用手捂着陈寒的嘴巴。闻着水灵灵掌心传过来的香味，这陈寒竟然在这个时候心猿意马起来，忍不住亲了一下。水灵灵当然察觉，马上收回手，转身瞪了陈寒一眼，眼中既羞又怒。待水灵灵转过身来，陈寒也暗骂自己真是个变态，在性命攸关的时候还净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然后陈寒突然想起水灵灵的手摸过那具尸体蹦出的黑色珠子，一阵呕吐感顿时涌上喉咙。原本一片漆黑的环境似乎又暗了几分，确切地说是一些黑雾涌进了客厅。这些黑雾与之前黑色圆球散发的黑雾所对比，根本就是天差地别，浓郁的比墨水还要深上几分啊。气温骤降，陈寒伸手一摸，两只手臂都起了鸡皮疙瘩。黑雾在客厅正中央绕了几圈，突然伸出一只蔓藤一般的纤细触手，朝各个房间探去。不好，他在找我们，快吃了他！啊，吃了他！这时水灵灵把其中一张符纸递给了陈寒。陈寒见水灵灵郑重点头，只好乖乖照做。他拿起一闻，味道很是古怪，像是在下水道的污水中泡过再晒干一样。陈寒咬了咬牙，捏着鼻子，忍着恶心吞了这张符纸，嚼了好几口才勉强咽下。陈寒扭过头，看到水灵灵掐了2个手势，口中默念些东西。突然符纸无火自燃，他整个人都傻了。水灵灵也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皎洁。毫无疑问，这符纸根本不用吞。他哪里还不明白，这水灵灵啊，就是在报复自己刚才变态的行为。这时陈寒感觉到皮肤上渗出一层层淡淡的白光，这白光先亮后淡，继而消失不见。他再抬头一看，水灵灵整个人消失不见了，差点喊出了声：哎，别叫，我在这里，那东西要进来了，千万别说话。说是迟那是快，一条黑色触手直接戳穿房门，在房间里绕了一圈。陈寒捂住鼻子嘴巴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黑色触手在房间里绕了一圈，还在陈寒二人附近逗留了一会儿，一无所获，于是后退离开，去往下一个房间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水灵灵确认黑雾和触手均已离开屋子，才抬起手势轻喊了一声：姐。哎，我说你这是什么术啊？啊，隐身术还是仙术啊？你是神仙？难道真有孙悟空、二郎神，还有什么如来佛祖吗？哎，陈寒哥哥，我说过了，我是阴阳师，西游记是虚构的，
水灵灵无奈地说道。可陈寒哪里听得进去，一心沉浸在白日梦里。要是他也会隐身说，那还不得为所欲为啊？他想干嘛干嘛，可以去抢银行，去街上随便骑美女，还能干一些猥琐的事。哼！陈寒哥哥，你想多了，刚才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，根本不算真正的隐身。我只想着隐身去帮人，来做个好事不留名，我怎么会做坏事的啊？对了，水灵灵，刚才那个厉鬼很厉害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先离开这再说。水灵灵没有过多解释，担心那团黑雾会再次返回，拉着陈寒先行离开了。回到1楼大厅，陈寒看着身边的水灵灵，眼珠咕噜咕噜的转，试探的问道：“我说，你准备去哪儿啊？”陈寒哥哥，你是不是住这附近呀？嘿，陈寒哥哥，你能不能收留我一晚上？你放心，我不打呼噜的。什么？你要在我家睡？陈寒大吃一惊，他倒不是有什么传统道德观念很重，而是想着尽早摆脱水灵灵，辞职离开这个江南城，不想再被牵扯进这些古怪之事，免得丢了性命。可他心里又有太多疑惑，想问个明白。陈寒活了10几年，所树立的世界观在今晚短短1个小时内彻底崩塌了。谁说这世上没有鬼？只不过大部分人不像陈寒这么幸运，见到鬼还能安然无恙地活着。还有就是水灵灵一身神秘莫测的本事。陈寒暗暗地想到，若是从他身上取得一招半式，想发横财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考虑了再三，陈寒还是决定赌一把。反正富贵险中求，他宁愿疯狂赌一把，也不想这辈子就当个小保安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成交。外面传来脚步声，陈寒探头一看，是宋国明带着几个保安赶来。陈寒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想让水灵灵先躲到一旁，可当他回头，水灵灵早已不见踪影。他在大堂搜了一圈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不会吧？难道刚才我一直在做梦，还是幻觉？哎呦！喂，陈寒，你竟然没死啊！宋国明等人也是一脸惊讶之色。这陈寒越发肯定，这些人啊，恐怕是早就知道江南城 C3 这栋楼房有古怪，可他们一直瞒着自己，不禁有些恼火。怎么，见我没死，很失望吧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哎，我们是一伙的吗？哎，我说陈寒，我们听到11楼有响声，你是不是碰见了什么脏东西了？其他人也是一脸期待的瞪着陈寒解惑。他可是第一个在9月22日这天走进 C3 又活着走出来的人。回到值班室，陈寒板着脸，让他们一一交代前因后果，否则他就会引出恶鬼，让江南城变成人间炼狱。哎，和他说吧，本来我们也不该瞒着他的。哎，行，那我和你说实话吧，这个事情啊，还要从2年前说起。2年前啊，9月8日，白露，天气转凉，早上7点多，一大群警察赶到江南城小区，并拉起了警戒线。当时啊，宋国明和张月都被警察喊去问话，才知道小区内发生了一起惊天惨案。C 栋11楼的1102房的女住户被人杀了，而且死得很惨。很惨？有多惨？你别打断我，我继续说啊。陈寒好奇地问大家，只看到所有人的脸色都霎时变得难看，张月更是捂住嘴巴，作势要吐。当时啊，住在1102房的是一个漂亮女孩，叫陈芳倩。她身材火辣，打扮时髦，经常是早出晚归。当时啊，江南城在整个 C 市也算是高档住宅小区了，精装房价格更是高达3万多一平方，普通人根本是买不起的。可这个陈芳倩直接全款购买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什么富家千金。后来孙国明等人慢慢察觉到端倪，这陈芳倩不仅是早出晚归，而且经常带着不同的男人回家。他们守着小区出入口，自然看得是一清二楚。这一来二去啊，闲言闲语自然也就传开了。可陈芳倩根本就不在意，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笑贫不笑娼，只要有钱什么都好说。在8月中旬的某个晚上，4个纹身青年一路尾随着下班回家的陈芳倩。后来他跑到小区门口向值班保安求助，让他们一定要拦住那些人。可醉酒的4个青年直接亮出刀子，值班保安们哪里敢阻拦，只能乖乖的放行。
3个人抢在陈方健钻进电梯前抓住了他，然后逼他带着自己几个人回到住处，另外1人留在保安室，预防值班保安报警。这之后3人在1102房里轮流侮辱了陈方健。说到这里，宋国明看了张月还有另外2人一眼，叹气道：“说起来也是我们的错，若是我们当时勇敢一点，挺身而出，也不至于发生后面的悲剧。”后来的悲剧？哎，从那天起，陈方倩不再出去，整天把自己锁在家里，饿了就叫外卖。那4人也是一直不肯放过陈方倩，每天深夜都会跑来江南城小区轮番折磨她。哎，你们为什么不报警，不阻止他？你们身为江南城小区的保安，理应保护业主的安全。当时不闻不问，虽然不是作恶之人，却更加可恶。哎，别提了，不是我们不想管，是陈方倩央求我们不要报警。当时负责巡视 C 栋的保安叫王伟，据他说，每天晚上经过1102房，都会听到虐打声和痛苦声，着实不忍。几个保安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去报警。第2天，他们几个人来到1102房门口，想和陈方健商量此事。陈方健只肯打开一条门缝，听说几个保安要去报警，顿时对着他们几人骂道，还说不关他们的事，让他们快滚。见陈方健下了逐客令，几个人只好离开，也放弃了报警的念头。毕竟受害人都不肯报警，他们又何必多管闲事呢？9月7号晚上，这4个人再次进入江南城小区。据说当天法医到场看到尸体，认他从医30多年，还是吐得稀里哗啦的，因为这陈方倩死得太惨不忍睹。宋国明等人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和警察说了，希望能够早日捉拿真凶，别让这个可怜的女孩死不瞑目。过了3天之后，警察打来电话说已经抓到那4个毫无人性的变态了，让宋国明和王伟过去指认。指认过后，这4人被关押在拘留室里，等候上庭受审。在陈方健死后的第7天，11楼其他住户向物业反映，说这几天夜里老是听到一些怪声。宋国明等人自发买了一些香烛烧纸，想去祭拜他，怕他的鬼魂一直留在这栋楼上，让他一路好走。到了凌晨11点50分，宋国明等人在1102房门口插好香烛，在火筒里点着纸钱，几人纷纷的小声念叨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警察已经抓到罪犯了，让陈方健安心上路，重新投胎做人吧。”快到12点的时候，宋国明等人突然听到逃生通道里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，顿时吓得抱作一团。在几个人快要吓昏倒的时候，4个人推开铁门走了过来。这宋国明等人睁开眼睛一看，惊的是目瞪口呆的。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虐杀了陈方健的4个变态青年。宋国明以为他们知道了指认之事，可以回来复仇，掏出警棍准备和他们拼命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宋国明直接对准4人中的老大脑袋敲下一棍，结果那人没有任何反应，毫发无损，反倒是宋国明被震得虎口发麻。哎，老大，他们几个好像中了邪。老大，他们是不是被鬼上身了？宋国明仔细一瞧，也看出不对劲了。这4个人站成一排，几乎是前胸贴着后背，而且同手同脚。走在最前面的老大面无一丝血色，眼珠泛白，像是死人一般。王伟吓得是直哆嗦，小声地问道：“我们赶紧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”宋国明等人准备偷偷溜走，听到身后传出不寻常的动静，回过头看了一眼，所有人顿时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张月更是吓得尿了裤子。那4个人走到1102房门口，整齐地跪在地上，不约而同地磕起响头来。没一会儿功夫，4个人磕的是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，却没有停止，仿佛是没有知觉一般。更加诡异的是，他们由始至终没有发出一丝声音。磕了得有10分钟，这4个人再次站起身来，两两对立，同时从腰后拿出一把锋利的西瓜刀，捅进对方的肚子，又横向划了一刀。除了宋国明，其他几人全部弯腰吐了起来，还有人直接晕了过去。更加诡异的是，这4个人由始至终保持着沉默，没有说出一句话，连句哼声都没有。但是宋国明等人清楚地看到，这4个人的面容不断的抽搐，明显是有知觉的，只是他们说不出来。陈方健，够了吧？你直接杀了他们吧，何必这样折磨他们呢？宋队，你别管了，小心惹恼了他，连你一块杀了。突然间，
王伟双脚离开地面，整个人慢慢悬浮。他伸出双手在空中乱抓，可惜抓不到任何借力的东西。有股莫名的力量掐着他的脖子，而且力气很大，他快喘不过气来了。小队，快救我！救我！我知道你死得很惨，他们也是罪有应得。可是王伟没有伤害过你，你为什么也要对付他呢？还没等宋国明说完，一股气浪从门缝飞出，直接轰中宋国明，他整个人倒飞出去，砸在了墙上。宋国明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我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我的自由，谁在多管闲事？我让他不得好死。他做过什么事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因果循环，必遭报应。包括宋国明在内，所有人面面相觑。他们当然明白陈方倩话里的意思了。这4个人第一次跟踪陈方倩，值班保安不是别人，正是王伟。是他怕了4人的威胁，放他们进入小区。若是王伟当时勇敢一点，想办法报警，或许结果会大不同。可是他并没有。我错了，姑奶奶，你原谅我，你千万不要杀我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都等着我呢。如果你非要杀了他才能泄心头之愤，那就杀了我吧。我是保安队长，他是我的手下，是我管理无方，我愿意一命偿一命。砰的一声，啊！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。不过，那股控制他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了。王伟掉在地上，滚了几圈，晕了过去。再不滚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张月等人哪里还敢逗留啊？扶起宋国明、王伟和晕倒的保安，迅速的离开。第2天，警察赶到现场，清理现场后，简单的询问了几句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张月和其中一个刑警交谈得知，4人死的比陈方倩还惨，没有一具全尸，每人身上都被割了40多刀，面孔极度扭曲，内脏全部掏空了。据法医所说，这些人的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。换句话说，陈方倩足足折磨了他们4个小时，最后才让他们在痛不欲生中死去。几天之后，物业应其他业主的需求，请来了专门超度亡魂的道士，希望能够平息陈方倩的怨气，让她早日超生，还 C3 楼栋一个清净。可是这道士进去没多久，浑身是血的就跑出来，连酬金都没要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物业只好再请其他道士，结果是大同小异，只好作罢。住在 C 栋的人也经常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怪事，特别是11楼的住户，要么在窗户玻璃上看到阴森恐怖的鬼脸，要么是锅里的猪脚会变成鲜血淋漓的断手，弄得其他楼层的住户也不得安宁，整日都是提心吊胆的。没过多久， C 栋的其他住户要么是搬走，要么是卖了房子。有好些人不信邪，贪图11楼房价便宜，买下房子搬进去，可惜没有一户能住满1个星期的，又急匆匆的搬走。王伟在医院待了3个月，回来过江南城一次，办理辞职手续，收拾了遗留在宿舍的物品，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了。这1年之后啊， C3 栋的怪事才慢慢减少。江南城小区的所有人都默契的从不谈起那栋楼里发生的事。物业让宋国明白天带几个人进去，也都平安无事的出来了，于是决定再度对外出售 C3 栋的房子。为了以防万一啊，物业只出售11楼以外的房子，为了不让后面进来的住户察觉到异常，所以要安排专门巡视 C3 栋楼的保安。可是保安处的人都知道那件惨案，又有谁会愿意呢？最终物业决定高薪从外面聘请一批新保安。当时宋国明知道陈安只有16岁，也想过要告诉他关于 C3 栋的秘密，至少不会死得不明不白。可是这事儿好不容易淡了下去，要是陈涵给说了出去，难免再次引起恐慌，所以物业处的经理警告过宋国明不要乱说话。几天过去了，这陈涵一直平安无事，宋国明还以为陈方倩的魂魄已经离开了，才稍微安心一些。听到这里，陈涵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家一点都不嫉妒自己的薪资比他们高，也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身意外险了。陈涵想起今天晚上的事，也是心有余悸。若不是运气好碰上水灵灵，怕是如他们所料，早已经丧生11楼了。走到陈涵身边，宋国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叹气道：“你要是不想干了，我也理解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经理说说吧。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说呢？”哎，你们说，要是我能让 C3 栋楼恢复正常，这物业能给我多少钱啊？啊？哼！谁都没曾想到，陈涵问了这么一句话。
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，这陈寒脑中早蹦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了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明白陈寒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，或者是不敢相信他话里的意思，要么觉得这孩子吓傻了，要么觉得他是痴人说梦话。那可是怨气不散的厉鬼，杀人不眨眼的恶灵啊！陈寒他凭什么本事消灭他？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陈寒今晚为何能够平安无事，可是也不相信他有捉鬼的能耐啊，否则何必来这江南城做一个小保安呢？哎，没发烧啊，不会是被鬼上身了吧？说鬼话吧？滚，老子正常的很呐！其他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赶紧躲到一旁去，像是陈寒真是得了瘟疫一般。十几分钟之前，陈寒第一次见识到了传说中的鬼怪之物，幸运的死里逃生，确实想着有多远走多远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，没事儿，这不是有水灵灵做靠山吗？以他的手段和本事，要收拾陈方剑这种厉鬼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那既然如此，他为何不趁机拼一把？输了大不了赔上性命，若是赢了，这辈子都不需要挨穷受苦了。所谓啊，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况且他见识过水灵灵的本事和宝贝，自然是信心满满。这宋国明原本对陈寒有几分内疚，毕竟啊，他才16岁，若是糊里糊涂的就这样死在了 C3，真是冤枉白来世上一遭啊。所以想着再劝劝，毕竟啊，年轻气盛，容易冲动。陈寒，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可要想清楚，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。对呀，要是赚了钱丢了命，你也花不了啊。你还是辞职吧，或者申请换一个负责区域，我们帮你和张经理说说。大家伙给陈寒出主意，有些人和宋国明的想法一样，心存善意，有些则是担心陈寒胡来，惹恼了 C3的厉鬼，担心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说透了，没有人相信陈寒能灭杀了这厉鬼。这个时候，一直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老李头蔑笑了一声，淡淡的说道：哼，年纪轻轻不知天高地厚，也敢大言不惭。你也累了，快回去休息吧，好好睡一觉。什么大言不惭啊，你们都把我看扁了是吧？那行，咱们骑驴看唱板，走着瞧。年少气盛的陈寒拍了拍胸脯，就走出了值班室。值班室门口一阵凉风刮过，陈寒打了个哆嗦，暗暗地想到，那陈方剑不会追出来吧？水灵灵呢？他人怎么不见了？不会是逃跑了吧？要是他不帮忙，明天这可怎么收尾啊？海口可都夸出去了。在小区里转了几圈之后，陈寒始终没有看到水灵灵的身影，心里是越来越慌张。可惜分开前不记得要手机号，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。不知不觉，陈寒又走到了 C3 附近。难道他又偷偷溜进去了？要不进去找找？哎，算了吧。回想起今晚的一幕幕，陈寒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再踏进去，只好叹着气离开了小区。陈寒住在附近一个城中村里，村民建了6层高的楼房，专门出租给像陈寒一样的年轻人，还有电梯，性价比不错。一室一厅，有空调，1个月也才500块钱。这陈寒为了便宜选了6楼，6楼总共有7户。陈寒走出电梯，看到了最靠近自己的那屋门口停了2双鞋子，眉头紧皱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嘴里呢喃道：哎，今晚怕是又睡不了安稳觉了。进了屋，陈寒洗了澡，顺便洗了衣服，在阳台上晾好，转过身子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水灵灵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拿着一个苹果，吃的是津津有味呢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啊？我想找到你，自然有办法。至于进来，很困难吗？陈寒记得自己明明反锁了门，不过想想也是，以水灵灵的手段，一道普通的门哪里能拦得住他呀？陈寒问起他刚才去哪儿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当时宋国明等人赶到时，水灵灵不想暴露，所以躲了起来，一直跟在陈寒背后，直到他们进了保安值班室。小白告诉水灵灵最好别进值班室，那里有危险。见小白极力的阻止，水灵灵也不再坚持，离开小区之后去购买了一些明天要用的东西。明天要用的东西？你的意思是要去灭了那11楼的厉鬼吗？
你明天也得跟我一起去，我需要一个诱饵。哦，不对，嘿嘿，是一个助手。什么？我当然想助你一臂之力了，这是为民除害，这是正义之举，我当然义不容辞了。可是我的能力不够，只怕会连累你，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唉，好吧，既然你不答应，总算是逃过一劫。那我也不去了，反正不关我的事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是阴阳师，应该挺身而出的，除魔灭鬼，拯救苍生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你确定是拯救苍生，而不是为了赚钱啊？赚钱？赚什么钱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喏，你看，陈寒哥哥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哟。你在我脖子上放了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小法术，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小坏蛋，嘿，可爱吧？他和陈寒分开前，偷偷施了阴阳术，小纸人藏在他身上，不仅可以透过千里之外传递位置信息，还会记录跟踪之人说过的话，所以陈寒在值班室里说过什么，水灵灵都是一清二楚。可爱个屁！陈寒被揭了老底，只好答应帮忙。这时水灵灵紧张地站了起来，皱眉说道：怎么有古怪声音？陈寒却是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还有点羞涩。陈寒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白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毫无疑问，这是住在隔壁屋子的情侣的日常活动。陈寒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不过呀，平时他都是一个人，今晚可不同。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又听着这些干柴烈火的呻吟，难免气氛怪异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那女人没事儿，你捂着耳朵就行了。可陈寒越是吞吞吐吐，这水灵灵就越是好奇他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在水灵灵的撒娇攻势下，陈寒看得出他不是故意在捉弄自己，而是真的不谙世事，勉为其难的小声的说了几句。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之后，水灵灵的脸噌的一下红了，像火烧云一般，也像是红苹果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的感觉。虽然这陈寒只有16岁，勉强也算是血气方刚的男人，而水灵灵先前为了问出答案，特意挽着陈寒的胳膊撒娇。听着萎靡之声，闻着水灵灵身上的香味儿，陈寒自然是想入非非，身体也有了些异样啊，你懂的。说也奇怪，这水灵灵身上的香味儿与一般女孩带有的香水味不同，而是类似于檀香，让人凝神静气，心旷神怡，让人忍不住想多闻一会儿。不过呀，水灵灵身上的秘密那么多，这香味异于常人也算是正常。察觉到陈寒身体的异状，水灵灵像是受了惊吓的小猫一样跳到一旁，嘟着嘴，明显是坐立不安。这更令两人尴尬的是，隔壁屋子的鱼水之欢声此起彼伏，一浪接着一浪，远远没有停止的趋势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早点休息吧。陈寒哥哥，你别乱来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没，我没别的意思。虽然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却也不是流氓坯子。你进房间休息吧，我在客厅沙发，你把门关上，应该可以少受点干扰。那好，陈寒哥哥，你晚上可不要乱闯哦，否则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。哼！干笑了2声，陈寒无奈的点头，再三保证自己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待水灵灵关上门，陈寒才松了一口气。若是他继续留在客厅，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克制多久。毕竟这水灵灵的样貌、身材，那可都是千里挑一的上品呢。再加上那副害羞懵懂的可爱模样，真的是让人……哎，拍了拍脸，陈寒暗骂自己是真的疯了。水灵灵是什么人啊？他可是阴阳师啊，连鬼都能对付。若是自己真有什么歹念，怕是还没靠近3尺之内，就已经被折磨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哎，对了，等明天灭了陈方剑，我便会有很多很多的钱。到那个时候，还怕没有女人吗？呵呵呵呵，叫你们都不信我，明天等着被打脸吧。哼！陈寒在幻想着明天如何在宋国明等人面前扬眉吐气中沉沉的睡去了。凌晨5点多，陈寒在半睡半醒中听到有人开门，不过他太困了，也懒得理会。过了几个小时，陈寒再次被阳台噼里啪啦的响声吵醒，怕水灵灵拆了房子，赶紧爬起来了。还没等陈寒开口，水灵灵端着一个盘子，
可爱地笑道：“陈寒哥哥，你起床了，快尝尝我给你做的早餐吧，这可是我给你的奖励，要全部吃光哦。”奖励？什么奖励啊？你昨天很乖，没有做坏事，所以这是给你的奖励。你快去洗把脸，出来吃早餐吧。刷了牙，洗了脸，陈寒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盘子里的食物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可他呀，可不是被食物馋的，而是指着盘子中黑乎乎的一团，陈寒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呀？”火腿煎蛋呀，我今天早上特意出去买的材料，我从电视上学来的。陈寒哥哥，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做早餐，你可一定要吃完。看到水灵灵期待的眼神，陈寒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再次咽了咽口水，夹起黑乎乎的一团，直接吞进嘴里，一股子焦味直冲大脑中枢，实在是难以忍受啊！你看，窗外有飞碟，哎，味道真不错呢，看来你挺有做菜的天赋的，加油！陈寒趁着水灵灵转头，嘴巴一吸一吐，舌头一卷一推，直接吐出2米外的垃圾桶，然后假装咀嚼状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还担心很难吃，会被陈寒哥哥嫌弃呢。哎，当然没有了，这可是我吃过的最感动、最美味的早餐呢。太好了，那我再去给你做一份。不用了，你都忙活一早上了，而且我早餐不习惯吃太多的。看你这么乖，作为回报，我也给你做一份早餐吧。陈寒赶紧拉住水灵灵的手腕，两人脸色一红，陈寒赶紧松开手，表示只是无心之举。因为父母早亡，陈寒很小就学着做各种家务，包括做饭，厨艺自然也不差。相比吃那些油腻的早餐，他更喜欢自食其力，所以在阳台的偏角弄了个小厨房。他走近一看，灶台附近乱七八糟的，碎蛋壳到处乱飞，油也洒了一地。陈寒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儿，我第一次做饭，和你差不多。陈寒卷起袖子收拾干净，开始正儿八经的下厨，破壳、打蛋、热锅。当鸡蛋刚出锅的时候，水灵灵闻到那股香味儿，眼睛都直了，两只小手搓着起劲，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陈寒手里的碗，跑到客厅去。一顿狼吞虎咽之后，水灵灵舔着粉嫩的小嘴巴，意犹未尽地说道：“陈寒哥哥，你做的早餐太好吃了，比我爸强多了。这可是我在人界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。”人界？陈寒哥哥，我还饿。之后，不管陈寒怎么套话，水灵灵都避而不答，他也只好作罢。吃了早餐，陈寒和水灵灵一同回到了江南城小区。来到江南城，水灵灵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陈寒也不管他，直接跑到了物业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一群人围在一起，似乎正在讨论着 C3 昨晚发生的事。王姐和张经理自然也在。王姐是第一个看到陈寒，指着他惊讶地说道：“陈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办理辞职的吗？”“不，我来找张经理。”“哎，王姐，如果我有办法让 C3 栋11楼变回正常，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什么报酬啊？”“什么？”众人哗然。王姐从保安室的人口中得知，陈寒从 C3 栋平安无事离开，料想着陈寒肯定是吓破了胆，肯定不愿再做下去了。谁知他说出这么一句话。张经理示意其他人先离开，让王姐关上房门。他坐在椅子上，翘着双手，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，C3 栋很正常啊。”“张经理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C3 栋楼有鬼，而且是厉鬼的。不过我有办法灭了他。C3 栋楼不会再死人，11楼的房子也可以卖出去了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”“我凭什么相信你？”“就凭我昨晚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 C3 栋11楼，换做别人啊，今晚怕是又有一大堆警察围进来喽。”陈寒坐在沙发上，拿起一串葡萄，悠然地吃了起来。反正现在该着急的是物业，以前的事好不容易平息，若是 C3 栋楼再出人命，怕是会有不少人搬出江南城小区。沉默了一阵，张经理让陈寒先坐一会儿，拿起手机走出办公室。10几分钟之后，张经理坐在陈寒的对面，低声地说道：“我们领导说了，如果你真能摆平此事，我们可以给你20万的酬劳，不过要签一份协议，你要是失败了，丢了性命，或者发生任何意外，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怎么样？” 100万，
少1分钱，你们就另请高明吧。陈寒也不笨，早打听过物业之前找一些道士来做法师，均是10几万的费用，而且还治标不治本。若是水灵灵真的能灭了陈方倩，C3栋楼恢复宁静，这11楼的一套房子能卖出300多万呢。陈寒开价100万，确实不算过分吧。再次和领导请示后，张经理表示没问题，随后喊王姐进来，命他秘密拟了一份协议。陈寒在协议上签了字，收了20万的定金，便离开了办公室。等陈寒一走，王姐小声地问道：张经理，这小子不会是骗子吧？万一骗了定金就走，我们怎么和公司交代？老板派人找过几个道士，可他们一听说江南城的名字都拒绝了，所以老板决定让他试试。放心吧，他若是骗子，绝不会活着离开 L 市。离开办公室，陈寒到处寻找水灵灵的身影，结果是一无所获。陈寒又跑回了出租屋，还是没有找到他，心里不禁嘀咕起来：他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？要真是这样，我一个人去11楼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反正我拿了20万，要不……陈寒想到这里，摇了摇头。他是爱财，可也做不出拿了钱跑路的事啊。虽然他不是正人君子，也要取之有道啊。最终，陈寒决定，若是晚上还找不到水灵灵，他只好把钱退给张经理，然后离开江南城，另谋生计。到了晚上10点，陈寒来到江南城走了一圈，还是没有找到水灵灵，反而遇到了张月几人，他们又劝了几句。陈寒知道他们是好心，也没多解释。到了11点半，陈寒叹了口气，准备走向办公室跟张经理解释。突然，有人一拍他的肩膀，陈寒吓了一跳：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言而无信逃跑了呢。你不是说要抓鬼吗？我一直在 C3栋里准备，我以为你会进去找我。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，怕你出事吗？陈寒也想过水灵灵会在 C3栋，可他孤身一人哪敢进去啊？此刻又不想承认胆子小，甩手说道：陈寒哥哥对我真好。水灵灵莞尔一笑，挽住了陈寒的胳膊。水灵灵，你有把握吗？若是没有，不行，还是算了吧。陈寒脸一红，想起今晚的事，咽了咽口水，紧张地问道：没事儿，我有信心。水灵灵胸有成竹地答道。陈寒还是不放心，又问了几次，确定水灵灵所言不虚之后，才跟着他走向 C3栋楼。路上，水灵灵简单地和陈寒说了一下11楼的情况，好让他放心，让他心里有个底。C3栋11楼共有2种鬼魂，一种是符灵，最低级的鬼魂，精神力量一般，无法对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换句话说，只能吓唬人，以转化人的恐惧为名媛而生存。一种是玲珑鬼，可以半身灵化，吞吃符灵，可以使用低级阴阳术。毫无疑问，黑球和陈方倩都属于玲珑鬼一类的。玲珑鬼又分为好几种，色鬼、恶鬼、索命鬼等，与他的死因有极大关系。比如生前活活饿死的，死后极有可能变成恶鬼。像陈方倩这种遭受折磨惨死，怨气极大，自然是最为凶猛的索命鬼。他们2个走到电梯门口，陈寒拉住了水灵灵，疑惑地问道：哎，我说，鬼分等级的话，阴阳师肯定也分等级吧？那是当然。水灵灵点点头。那你是几级啊？这么说吧，阴阳师分1到6品，如果成为1品阴阳师后，丹田的正中央会出现漩涡形状的气团，名为阴符。随着名媛的增多，阴符内会出现一枚斗形标记，满了3斗晋升下一品，每升1品，阴阳师的实力都会大幅提升。若是到了4品，还可以踏空而行呢。踏空而行？你是说飞吗？好吧，那他们真幸福，去哪儿都不用搭乘交通工具，直接飞着去，省了不少火车票、飞机票呢。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我问你，你是几品啊？2品1斗。不会吧？那你岂不是和玲珑鬼一个级别啊？哎呀，救命啊！陈寒转身想逃跑，却被水灵灵一把拉进电梯里。以水灵灵的年纪，能成为2品阴阳师，已是天赋惊人了。只不过他的身份与其他阴阳师不同，自然对自己要求更高。
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私自跑到人界，想着历练一番，可以早日突破等级。若是他再成功灭掉几个玲珑鬼，得到他们的名媛生品，那是指日可待了。不过这些话他没有和陈寒说。虽然陈寒对他不错，可他的身份不能轻易暴露，否则极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，而且还会害了陈寒。陈寒倒是没考虑这么多，他只想着能活命。他原本以为水灵灵敢对付陈方茜，就算不是4品，也该是3品吧。可水灵灵和陈方茜是一个级别的，万一他失手了，自己那不是必死无疑吗？在电梯上升中，陈寒改变了主意，一直努力劝着水灵灵赶紧离开。虽说他灭了那黑球，可连陈寒也看得出来，陈方茜可远比那黑球厉害多了。陈寒哥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不等陈寒说话，水灵灵直接把他推出电梯。陈寒是欲哭无泪啊，他哪里还有心思灭鬼呢？哪还敢想着赚那100万呢？一心只想着赶紧离开 C3 栋楼就行了。通道里和平常一样，一片漆黑。陈寒慢慢的转过身子，双手合十，一边慢慢的向消防通道靠近，一边小声的念叨：各位莫怪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乱跑乱闯，我马上走，立刻，你们千万不要现身啊，谢谢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走到消防通道门口，没有任何怪事发生，陈寒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他伸手一推，门纹丝不动。奇怪，难道是往里拉？陈寒又试着拉了一下，还是开不了。他揉了揉手掌，强颜笑道：没事的，一定是力气小了，或者是幻觉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水灵灵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我！尝试几次之后，他还是没有打开门，心里是越来越慌。嗤的一声，通道中央的灯亮了一下，又灭了。几秒钟之后，几盏灯同时亮起，又灭了。陈寒始终不敢回头，最终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子，闭着眼睛喊道：各位大哥大姐，我只是路过，无心打扰，你们放过我吧。乱闯禁地者，杀！一个幽怨阴森的声音在通道里飘荡开来，惨叫一声，陈寒吓得魂飞魄散，迅速跑向电梯。不管陈寒怎么按向下的按钮，显示屏一直停在了18楼。通道的气温越来越低，陈寒冻得直打哆嗦。突然，陈寒感到脚底下有些黏黏的，低头一看，满地都是血。陈寒当即吓得蹲在地上，举手喊道：你们不要杀我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。还没等陈寒说完，一只血手凭空出现，抓住了他的脚。陈寒跌倒在地，下意识地用力去掰，可是始终挣脱不开。很快又有几只血手抓住了陈寒的右手、左手和左脚，他整个人被禁锢在了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天花板处，一张恐怖惨白的面孔慢慢地飘了下来，那是一个男人的脸，七窍流血，血一滴一滴地滴在陈寒的脸上。这个时候，陈寒已经吓得说不出来话。你睁眼看看我吧，我死得好惨。你死得再惨，也不关我的事啊，又不是我害了你，你放过我吧。不，就是你害了我，你还想灭了我的魂魄，我要杀了你！声音陡然变得尖锐起来，陈寒感觉耳膜都快要被刺破了。睁开眼睛，天花板浮现的男人面孔近在眼前，距离陈寒的鼻尖不过1寸。陈寒闻到对方口中传来的一阵阵恶臭，恶心感霎时的涌上喉咙。他忍住恶心，低头一看，他再也忍受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陈寒的心里有1万个后悔，为什么要财迷心窍呢？为什么要相信水灵灵？为什么要招惹这些随时可能要自己性命的恶鬼呢？突然间，陈寒的脑中灵光一闪，他想起了水灵灵在电梯里说过，11楼有2种鬼魂，一种是茯苓，一种是玲珑鬼。对方说过2次要杀了陈寒，可他还没死，难道对方只是为了吓唬自己，根本就没有杀人的能力？换句话说，眼前的男鬼是茯苓。陈寒脑袋快速转动，回忆水灵灵交代过的事，慢慢冷静下来，用力咬了一下舌尖，冲着男鬼的脸吐出一口舌尖血。嗤的一声，男鬼惨叫起来，惨白的脸冒出一阵阵烟雾，身体激烈的颤抖。唰的一声，那男鬼就消失不见了。陈寒感觉到四肢的束缚已经消失了，赶紧爬起来。他再看看地面，血水消失不见了，墙壁的灯光也恢复正常了。陈寒心想，果然有效啊，击退了男鬼，胆子
也大了几分，以防万一，他忍住疼痛，再次咬破舌尖，嘴里含着一大口真血。这舌尖血啊，又名真阳涎，人体阳气最盛的血液之一，有辟邪驱鬼之功效。若是配合一些特殊的法器和符纸使用，会更有奇效。跑到消防通道门口，陈寒试了一下，还是打不开。他灵机一动，朝门把手上吐了一口舌尖血，这次他可以正常打开了。心头一喜，赶紧迈步想走。扑通一声，陈寒摔倒在地上。他低头一看，一条像蔓藤一样的黑色触手卷住了他的腿。陈寒拼尽全力抓住门框，可他的力气哪里比得过藤蔓啊？陈寒感觉整个身体要裂开了，无奈地松开了手。在被藤蔓拖扯中，陈寒把心一横，咬牙喊道：“想要我的命，老子跟你拼了！”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冲着黑色触手连吐了好几口血沫。可惜触手没有任何变化，反而顺着陈寒的身体快速地卷上来，直接缠住了陈寒的脖子。不管陈寒怎么使劲，他始终拉不开触手，感觉脑袋越来越晕，几乎快要晕过去了。到此就结束了吗？陈寒实在是不甘心就这样死掉，直接把陈寒倒吊起来。陈寒这下是束手无策了，只好扯着嗓子喊道：“水灵灵，我要是死了，我生生世世我都会缠着你的。”没有人听得到你说话，省省力气吧。陈寒转头一看，黑色触手的尽头走出一个曼妙的身影，确切地说是飘出来的。这女人黑色长发披肩，红唇烈焰，穿着一袭紫色裙子，除了脸色有些惨白，确实是一个绝世美女。如果没有猜错，这个女人一定是陈芳倩了。大姐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和你无冤无仇的。对了，你渴不渴啊？饿不饿啊？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再慢慢聊啊？你觉得自己很无辜吗？我确实无辜的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美女，你看起来心肠也不坏，要不先放我下来吧？我也姓陈，咱们是本家兄弟姐妹呢。啊！陈芳剑直接掐住了陈寒的脖子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想灭了我的魂魄，还有脸说自己无辜？哼！你们一个个都想让我死，一个个都死有余辜。”本来陈寒还想骗他信任，再找机会朝陈芳剑脸上吐一口血沫，没想到他突然出手，脖子几乎快要被扭断了。在陈寒快要昏倒之时，一道黄光从右侧射出，陈芳剑一掌打飞陈寒，后退2步，轻易躲过了黄光。走廊的尽头，水灵灵悠哉悠哉地走出来，拍着手掌说道：“你可不能杀了我的陈寒哥哥！”哎呀，水灵灵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要是再晚来一点啊，我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。你是阴阳师吧？你应该清楚，我们实力差不多。你要是敢多管闲事，只会自寻死路。陈芳剑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若你不害人，我也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可惜啊，你怨气太深，杀气太重。若继续留在世上，迟早还会作恶。”我说水灵灵，你有几分把握呀？不知道，不过我有杀手锏，你放心吧。水灵灵头也不回地说道。这水灵灵的身上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，陈寒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水灵灵，顿时眼睛发直。就在这时，通道里的阴风大盛，伴随着若有若无的鬼笑声。陈芳剑怒吼一声：“你找死！”这时，陈芳剑飘在半空中，双手一挥，整层楼的温度顿时下降10几度。陈寒冻得瑟瑟发抖。水灵灵倒不受影响，反观水灵灵这边，气势上相比要弱上几分。走廊的壁灯闪了一下，陈芳剑甩手一指，黑色触手直攻水灵灵二人。黑色触手的顶端开出一朵颜色诡异的鲜艳的红花，花蕊中陡然喷射出一团黑色的液体。水灵灵提前拉着陈寒跳到一旁，躲开了黑色液体。这黑色液体溅落在地上，呲的一声冒出阵阵白烟。仔细一看，地面被腐蚀出一个大洞，若是滴在人的身上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。目瞪口呆的陈寒赶紧抓住水灵灵的衣摆，不敢松手片刻。只见这水灵灵左手按在地上，依次掐出离、艮2种手势，2团小绿火从水灵灵的脚边冒出来，火焰中各有一个小巧玲珑的骷髅骨头。骷髅头的嘴巴动了几下，1秒过后，地底传来匪夷所思的水流声。
4条又快又粗的圆形水柱从地面射向飘在空中的陈方倩。哼，雕虫小技！陈方倩不以为然的俯首，身后倏然伸出4只触手，4只触手均由细变粗，由长变圆，变成盾牌形状，挡在他的脚下。可4条水柱没有直接撞上去，而是灵活地绕了一个弯，同时避开触手，打中了陈方倩。陈方倩顿时惨叫一声，倒飞数十米，捂住了胸口，嘴角还不断渗出血迹。哎呀，水灵灵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赶紧乘胜追击啊！趁他受伤了，要了他的命！陈寒兴奋地喊道。他转头一看，水灵灵的表情特别的凝重。哎，怎么了？陈寒疑惑地问道。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水灵灵皱了皱眉头，面色凝重地说道：“有吗？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呀？哎呀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快出手杀了他！电视剧里反派或者正派总是死于废话太多了。”虽然觉得奇怪，可水灵灵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出哪里不对劲，只好加快攻势。骷髅头嘴巴张合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水柱的数量也越来越多。眨眼之间，有10几条水柱同时射向陈方倩，爆发出巨大的响声。怎么样啊？死了没有？水灵灵没有说话，一直皱着眉头。待烟雾散去，触手全部消失了，只有一具干瘪的尸体倒在洞口中，一动不动，了无生机。陈寒抓住水灵灵的肩膀，兴奋地喊道：“水灵灵，你可太厉害了！我们赢了，我们为民除害了！哼，让你害人，让你还想杀了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糟糕，快躲开！水灵灵着急地喊道。可惜迟了，尸体的眼眶中射出2道深邃的杀意大盛的黑芒，转瞬即逝，是要杀了陈寒。偷袭的黑芒速度之快，水灵灵根本来不及使用阴阳术，咬牙推开陈寒，主动迎向那黑芒。陈寒跌倒在地，大喊了一声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水灵灵的后颈处白光大盛，一个熟悉的尖爪急速探出，直接挡住那黑芒。黑白相撞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瞬间将陈寒震飞到几米之外。2人都没有注意到，一条黑色的触手通过墙顶爬到了陈寒的身后，藏入了他的后背。前方，白光压过黑芒，光芒中探出巨爪，像昨晚对付黑球一般。可黑芒极为聪明，见势不妙，快速的后退。小白，杀了他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陈寒怎么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一幕。先是2只前爪，紧接着头、脖子、腹部，还有2只后爪。一头雪白色的狼从水灵灵的脖子一跃而出，站在地板上，发出嗷嗷的喊叫声。若不是之前接触过，陈寒此时必然觉得水灵灵更像鬼魂。人类的身上怎么可能藏着一头狼？白狼昂起头，嗷叫一声，毫不畏惧地扑向黑芒，速度比之前更快了。黑芒也不再一味的后退，而是以攻为守，凭借体积的优势上蹿下跳，攻击白狼的后肢。白狼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反正黑芒也伤害不了他。时间一长，白狼出爪的速度越来越慢，黑芒却没有任何变化。好在他一时半会儿突破不了白狼的防线，照此下去，情况会越来越不妙。水灵灵伸手从腰间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张符纸，转身喊道：“陈寒哥哥，快帮我！”行，我怎么帮你？你说。这是一次性镇邪符，等下我施法术时，你帮我守住后方，否则施术过程一旦中断，我会遭到反噬，我们2个今晚都会死在这里。水灵灵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就算拼了命也会保护你的。”陈寒咬牙说道，接过了符纸。要想灭掉陈方倩，依靠普通的阴阳术恐怕难以办到。好在他是2品阴阳师，虽然才1斗，也勉强可以施展那一招，不过需要较长的时间，无法做到顺法。这阴阳术啊，是以阴阳师阴府中的精神能量为引，也叫明元，能够配合明咒、法器或符纸，施展出高级的灭鬼法术。阴阳术的威力越大，需要的明元就越多，准备的时间也越长。在此过程中，若阴阳师遭到骚扰或攻击，心神错乱，极易遭到阴阳术反噬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心脉剧烈，魂飞魄散。目前前方有白狼相助，水灵灵倒也不用担心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只好让陈寒守住后方。水灵灵在符纸之中注入了明元，
又教陈寒使用该符纸的一些手势。陈寒哥哥，你一定要记住使用符纸的每个步骤，一旦错了，符纸的能量就会自爆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行，我明白了。陈寒私下默念了2遍，水灵灵看了陈寒一眼，也不再犹豫，单膝跪地，左手掐住剑指，右手掐住莲花手势，小声的念道：五行为赤，小象皆开，以我凡身，太玄3一，此间土地，人鬼冰封。时间仿佛静止一般，陈寒注意到水灵灵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冰寒气息。陈寒注意到水灵灵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冰寒气息。整个通道内的温度瞬间下降了10几度，仿佛置身于冰库一般。陈寒低头一看，自己的手臂冒出一阵阵白霜，赶紧甩了下。这时，水灵灵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闪烁，她紧紧盯着前方的黑芒，伸出右食指在地上一点，砰的一声，地面裂开一条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缝隙，缝隙的四周瞬间结成冰。一小块不规则形状的冰块从缝隙中升起，随着水灵灵心神一动，她快速飞向黑芒。黑芒当然也感觉到这股恐怖的气息，想逃跑，可白狼死死地缠住他，根本无法脱身。黑芒只好故技重施，像猴子一样在白狼附近窜来窜去，以此拖延时间。他没猜错，以水灵灵的明元亮，施展这种级别的阴阳术已经很勉强了，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水灵灵低喝一声，让白狼退下。白狼嚎叫了一声，心不甘情不愿地退了下来。黑芒想趁机逃走，可为时已晚。水灵灵低喝一声，嘴角渗出一丝鲜血，滴落在缝隙的附近，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前方的冰块似乎得到某种力量的加持，绽放耀眼的光芒。以冰块为中心的5米范围内释放出大量的寒气，浮现出一层层可见的薄冰。黑芒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，想要冲出去，寒气瞬间包裹住它，变成一块白黑相间的冰块，掉落在地上。白狼兴奋地跑过去，一口吞下了冰块，然后回到水灵灵的身边，温驯地低下脑袋。原来这就是你常说的小白啊，我还以为是只小白兔呢。哎，别生气，我只是随便说说啊。小白，不许这样，陈寒哥哥是我的朋友。嗨，没事儿，我不合作，我不会生狼哥的气的。陈寒看到水灵灵嘴角的血迹，赶紧掏出手帕，想要扶她起来。陈寒伸手一碰，顿时疼得哇哇叫，缩回了手。即便只摸了一下，他的手指已经冻得发紫，可想而知，水灵灵为了发动刚才的阴阳术，承受了多大的痛苦。回想起自己还想利用他来赚钱，陈寒心中的内疚又重了几分。还没等他道歉，水灵灵低下头，害羞地说道：陈寒哥哥，你不用那么难过，我没事的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这时，白狼嚎叫了一声，吐出一颗熟悉的黑色珠子，白光一闪，身形慢慢变小，没入了水灵灵的脖颈。水灵灵捡起珠子，欣喜地说道：只要吸收了这颗明元珠的能量，我很快就可以晋升为2品2斗的阴阳师了。啊，那要恭喜你了。陈寒笑道，如此一来，他的内疚感也轻了一些。不过很快，陈寒就察觉到不对劲，水灵灵捏了捏珠子，脸色是越来越难看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糟了，我们上当了！话音未落，之前藏在陈寒身上的黑色触手钻了出来，直接没入水灵灵的体内。水灵灵吐了一口鲜血，顿时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陈寒顿时慌了，过去抱起水灵灵，又是家人中又是让虎口，水灵灵依旧没有醒过来。陈寒整个人都慌了，来回走了好几圈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报警吧，要是警察到来，看到坑洞里的尸体，自己该怎么解释啊？打120吧，怎么和医生解释水灵灵晕倒一事啊？实话实说，怕是立刻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吧。在陈寒六神无主的时候，他听到水灵灵传出一声娇喘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们赶紧离开吧。陈寒哥哥，他在我的身体里。水灵灵捂住胸口，面色很难看。什么？不会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
水灵灵无力地摔倒在地，陈寒赶紧又扶起她，揉着她的额头，内疚地说道：“我和他，你不要乱跑，小心。”水灵灵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，再次晕了过去。哎呀，我说大小姐，你要是晕之前先说清楚啊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一头雾水的陈寒抓着头发，欲哭无泪道。如今陈芳倩在水灵灵的身体里，水灵灵昏迷了。正常来说，这是逃跑的好时机。陈寒身随心动，走到了通道门口，手握在了门把手上。这个时候，陈寒脑袋里浮现出2个黑白小人，一个是拿着3叉戟的恶魔，一个是拿着剑和盾的天使。你个白痴，快走吧！万一水灵灵斗不过陈芳倩，她跑出来后，你必死无疑。不行，怎么能丢下水灵灵一个人在这里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良心何安啊？她能出什么事？自己小命要紧。那个女鬼可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就算你救了水灵灵，她也不会喜欢你的。你省省吧，水灵灵可是救了你好几次呢，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！别废话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没等恶魔小人说完最后一句，天使小人直接一拳揍晕了他。陈寒想了几秒，咬了咬牙，还是转身返回。即使不念水灵灵救了自己几次，他也做不出见死不救的狠心事啊。抱起了水灵灵，陈寒看着怀里那个小巧可爱的脸蛋儿，脸微微一红，嘴角露出一抹坏笑。他环顾着四周，确认没有其他人，才蜻蜓点水般的亲了一下水灵灵的脸。哎嘿嘿，算是救你命的报酬，不算过分吧？陈寒抱着水灵灵走到电梯口，按了几下，电梯还是停在13楼。陈寒只好换了个姿势，打算背着她走消防通道下到1楼。推开门，陈寒背着水灵灵往下走。不知为何，陈寒感觉水灵灵越来越沉，压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了。又下了一层，陈寒真的坚持不住了，双腿颤抖得很厉害，决定还是坐电梯。陈寒背着水灵灵下了5层，这层应该是6楼。可当他推开门，看到走廊里熟悉的坑洞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是活见鬼了！陈寒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额头，没发烧啊，今天也没喝酒啊，怎么出现幻觉了？陈寒深呼吸几口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慢慢推开门，走到消防通道，确认楼层号码是11，然后一步一步地往下走。到了下一层，陈寒慢慢抬起头，门上方的墙上有一个红色圆圈，里面写着红色的11。果然不对劲啊！这陈寒皱了皱眉头，想起水灵灵说过的，11楼有2种鬼魂，现在陈芳倩在水灵灵的体内，那么一定是茯苓在搞鬼。陈寒咬了一下舌尖，含住一口热血，用力朝墙上吐去。过了几秒，墙上没有任何变化。陈寒背着水灵灵往下跑了1层，抬头一看，还是11楼。之后，陈寒尝试了自己所能想到的办法，比如用钥匙在门上刻字，往上爬，在走廊里吐了几口舌尖血等，都没有任何效果。他始终被困在11楼，而且他一直背着几乎有200斤重的水灵灵，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回到走廊，陈寒放下水灵灵，啐了一口唾沫，咬牙说道：“好，既然你们想跟一玩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竟然敢耍得我团团转，等着瞧吧！”哼。他记得水灵灵是从腰间的小布袋里掏出符纸，如果没猜错，那里面肯定装着其他的灭鬼装备。这个小布袋颇为精致，一看便知不是凡品。袋子大概有一个成年男子手掌大小，米黄色。袋子身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符文，不像是汉字，更像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。正中央写着一个龙飞凤舞、遒劲有力的链字。陈寒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赶紧挪开目光。袋口处绑着一条金黄色的小绳，是活扣，可陈寒怎么用力始终拉不开。这个水灵灵果然是一身的秘密，连随身的小袋子都不同凡响。可如今水灵灵昏迷，两人又被困在11楼，若是他一直不醒，难道一辈子都要留在这里吗？陈寒越想越害怕，可是又束手无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寒听到水灵灵传来一声闷哼：“水灵灵，你快醒醒，我们出不去了。”可水灵灵的眼睛一直闭着，脸上浮现出痛苦之色。
陈寒喊了几声，只见水灵灵始终没有任何反应，鬼使神差的扇了他一巴掌。这个时候，水灵灵突然睁开眼睛，可是表情异常的狰狞，而且眼珠不是寻常的黑白之色，而是血红色。我不是有意要打你的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！话音未落，水灵灵直接掐住陈寒的脖子，他力气之大，陈寒根本没有办法挣脱，他拼命地喊着水灵灵的名字：“水灵灵，水灵灵！”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陈寒快要窒息之时，水灵灵眼中恢复了一丝清明，松开陈寒，然后跌倒在地上，捂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。陈寒揉了揉脖子，靠在另一边墙角，再也不敢靠近。滚了几圈之后，水灵灵慢慢安静下来，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像是死了一般。陈寒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用脚轻轻踢了一下，暗暗想到：糟糕，他不会是死了吧？喂，水灵灵，你可别吓我！陈寒顾不得其他，赶紧抱起水灵灵。可当他低头一看，怀里的哪是水灵灵啊，分明是另外一个女人，她就是陈芳倩。陈寒顿时汗毛直竖，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陈寒尖叫了一声，想推开陈芳倩，结果他用手勾住陈寒的脖子，青红色的舌头像蛇线子一般舔中陈寒的脸，快把他恶心吐了。陈寒怒吼了一声，朝他脸上吐了一口热血，再奋力一推，陈芳倩软绵绵地撞在了对面的墙上。我身上好疼。这是水灵灵的声音。陈寒揉了揉眼睛，发现躺在地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变回了水灵灵。陈寒担心又是幻觉，先掐了大腿，确认疼痛感存在，才过去扶起水灵灵。为什么我全身疼得厉害啊？可能是你躺在地上时间太久了吧，凉气入体了。对了，陈芳倩呢？我差点把她给忘了，不好，快走！水灵灵拉着陈寒冲向消防通道。不行，那里出不去的，我都背着你转了好几圈了。陈寒简单的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。鬼打墙，哼！我朝门上吐了蛇尖血，还是不行啊。这是陈芳倩的鬼术，又不是普通的幻觉，你的蛇尖血当然不管用了。那他人呢？从我的身体离开后，他受的伤不轻，估计躲起来了吧。水灵灵身子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哎呀，你也受了重伤。先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吧，我暂时不能使用任何阴阳术，否则会气血逆行，经脉剧烈。陈寒扶起水灵灵，进入1109号房间。水灵灵从小布袋中取出2张一样的符纸，在符纸上抹了自己的血，交给陈寒，让他在屋子对角线的方位上使用这2张镇灵符，可以暂时阻挡普通的鬼魂。拿着带血的符纸，陈寒走到屋子的财位，双掌压住符纸，口中默念水灵灵所教的几句咒语：上清三灵，天地正气。2张沾着血的符纸从陈寒的手中飘出，停在了半空中，然后一上一下，上面一张贴着屋顶，下面一张贴在地板上，停止移动后，2张符纸同时射出一种黄色光柱，上下连通，再像被石头投入的湖面一般向四周荡漾开去。黄光漫过之处，有些地方冒出一阵白烟，随后恢复了正常。水灵灵解释道：刚才躲在暗处的符灵已经被灭了，这2道镇灵符能否抵挡陈芳倩？不能，陈芳倩是含冤而死，本来积着极大怨气，这2年又在 C3 吸收了不少符灵，鬼力大增，想灭她还真不容易。陈芳倩是含冤而死，本来积着极大怨气，这2年又在 C3 吸收了不少符灵，鬼力大增，想灭她还真不容易。除非我晋升到3品阴阳师，但是奇怪的是，陈芳倩用的鬼术不像自学成才，而是……你说那个陈芳倩还有个鬼师傅？不会吧？那我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晚了，若是早些时候，我们还能出去，陈芳倩也不一定拦得住我们。如今陈芳倩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即便是到天涯海角，她也可以快速找到我们。陈寒哥哥，你愿意天天过得提心吊胆吗？此时陈寒心中1万个懊恼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他真就该听听宋国明等人的劝告，不来趟这浑水。如今真是骑虎难下呀！他当然也不想以后每天活在恐惧中，不知何时就被陈芳倩上了身，或者是抹了脖子。
更糟糕的是，水灵灵和陈芳倩在体内争斗时，陈芳倩动了一点手脚。水灵灵，我知道你一定还有办法，需要我怎么做？你说吧。我陈寒虽然怕死，可是也不想死得窝囊。陈寒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即便是害怕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我需要一点时间调理阴符，只要能调动明源，我有一招必能灭杀他。好，我一定尽全力保护你。水灵灵看了陈寒一眼，脸色微红，也不再多说，双腿盘坐，双手合剑指于丹田。陈寒站在他身后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10几分钟之后，水灵灵睁开眼睛，小声地说道：“小心，他来了。”啊，你还要多久？5分钟。明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会帮你争取这5分钟的。转眼之间，屋内阴风大盛，大部分物品全部被掀翻在地，灯光忽明忽暗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房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直接掰开。这个时候，陈芳倩飘了进来。之前除了脸色像死人一般白，也算天仙级的美女，而如今却是披头散发，像干尸一般，从破洞处伸出一条恶心的黑色触手。哎，我说，你何必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？你照照镜子，不会想吐吗？女人天生就爱美，更何况一直以样貌姣好自傲的陈芳倩，更是受不了这番侮辱和诅咒，张开双手，红色指甲疯狂生长，直刺陈寒。陈寒吓得后退几步。不过红指甲在碰到真灵符激发的黄色光柱后，全部断了。嘿嘿，气不气啊？哼，你个臭八怪，有本事你就进来抓我呀！陈寒哥哥，你为什么还要故意惹他？没事，我自有计划。勃然大怒的陈芳倩爆发出强大的气势，裙下钻出数十条黑色触手，扑向黄色光罩。黑色触手和光罩接触，顿时化为灰烬，可黄色光柱也被一点点的消磨变少。在黑色触手的疯狂攻击下，光罩范围越缩越小，还剩下3分钟。陈寒估量了一下时间，咬牙跳出了光罩。陈寒哥哥，你快回来呀！找死！哼！陈芳倩快速飞来，右手持鹰爪状，直掏陈寒的心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陈寒突然喊了一声：“陈芳倩，我喜欢你。”你喜欢我？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我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，怎么可能还会有人喜欢我？陈芳倩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哎，那又不是你的错，只要你改邪归正，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。”陈寒苦口婆心地劝着，心中有几分窃喜。若是凭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能哄得陈芳倩弃暗投明，岂不是可以在水灵灵面前挺着腰板了？好，若你真心喜欢我，那你亲我。当然没问题。陈寒一口答应。虽然陈芳倩现在是鬼魂，可她生前那可是1等1的美女，亲一个美女又赚不赔。可陈寒转头一看，陈芳倩的脸异常的恐怖，甚至都没有完整的五官，脸上挂着一块块不知溃烂了多久的皮肉，散发着恶臭，甚至有一只眼珠子鼓了出来，几乎要掉了一般。哼，怎么觉得恶心了？当然不是，我是太激动了，可以一吻方泽啊！陈寒强颜笑道。他慢慢挪动身子，心想着只要闭上眼睛吻上去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可陈寒一闭眼，脑中浮现出陈芳倩那溃烂恐怖的脸庞，就挥之不去，根本压抑不住那股恶心感。不行，我真的做不到，对不起，我撒谎了。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陈芳倩勃然大怒，欲要雷霆出手杀了陈寒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陈寒手中拿出一张符纸，正是水灵灵之前交给他的。陈寒依照水灵灵所教的，扔出符纸，左右手合掌，然后对准陈芳倩所在的位置推出手掌，念道：“紫微九宫，还我幽冥，万计本根，定。”这是一张金色符纸，背面依旧是复杂冗长的符号，正面赫然写着一个定字。在陈寒念完咒语之后，定字金光大盛，变大数倍，几乎有一个人形大小，直飞向陈芳倩。看出这符纸的厉害，陈芳倩也不敢硬碰，身形快速后退。可定子速度更快，直接穿过陈芳倩的魂体，又飘到她的头顶，金光笼罩全身。陈芳倩如同被雷劈中一般，顿了一下，身体完全僵硬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哈，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水灵灵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成功了！哈哈。陈寒哥哥，你真厉害，是你救了玲玲。嗨，你别取笑我了，今晚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
而且也是靠着你的扶持，我才能抓住他的，根本就不算自己的本事。陈寒哥哥，是你想出的办法，才能用定魂符抓住他，是你的功劳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只要再过2分钟，我就能行动自如了。等他恢复行动，自然有数种方法对付动不了的陈方剑。没想到陈方剑会如此难对付，想必他的明元珠肯定蕴藏着特别多的精元，吸收之后必然顺利晋升2品2斗阴阳师，也算是不虚此行吧。陈寒哥哥，你帮了我一个这么大的忙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。心愿？陈寒灭杀了陈方剑，C3洞恢复平静，能得到100万的酬劳，已经算大赚一笔了。毕竟大部分是水灵灵的功劳，可是陈寒又不笨，送上门的奖励不要白不要。本来想说，不如你以身相许，仔细想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暂且不说这要求太猥琐无耻，何况陈寒还清楚地记得与水灵灵初见时闹出的不愉快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判若两人，若是自己得寸进尺惹怒了他，到时可要吃苦头的。考虑再三，陈寒暗下决心，缓缓地说道：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你教我一点阴阳术。所谓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陈寒见识到水灵灵的抓鬼本事后，一直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一样，加之用符施术，抓鬼灭秽，成为一名让鬼魂闻风丧胆的阴阳师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岂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？怎么？这个要求是不是很过分啊？我们有规定，不能随便传给他人。况且我的身份有些特殊，怕是会害了你。听到这番话，陈寒心里有几分失落，可他也不想强人所难，也相信水灵灵不是小气的人，一定像他所说的有特殊原因才不能答应自己。陈寒从小到大一直过得很苦，好在生性豁达，乐天知命，倒也没太放在心上。对不起，陈寒哥哥，要不你再想一个？陈寒哥哥，小心！还没等陈寒说话，水灵灵瞪大眼睛，着急地喊道。话音未落，陈寒感觉到自己像被火车撞中了一般，整个人旋转360度，直接倒飞出去，砸到墙上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寸不疼，而且是刺骨钻心的疼。陈寒想撑起来，手一软，再次摔在地上，口中不断地吐出鲜血。陈寒哥哥，你怎么样啊？你千万别死啊！正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陈寒想着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陈方剑何尝不是想着套出水灵灵二人的底牌？他看到水灵灵坐在一旁不动，但不确定是不是陷阱。之前几次交手，他已看出水灵灵不是那欺世盗名的抓鬼师傅，也和一般的阴阳师不同，身上有着各种厉害的符纸和法宝，所以他必须要小心谨慎，免得阴沟里翻船。所以他假装中计，在和陈寒说话时，暗地里让黑色触手伪装成自己的模样，真身则藏在地下。待黑色触手被定魂符困住，他偷听二人谈话，确认水灵灵确实受伤无法行动，才出手。陈方剑转过身子，看着水灵灵冷笑道：他中了这招，必死无疑。至于你，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还差半分钟才能恢复行动，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陈寒哥哥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水灵灵闭上眼睛，左右手五指交叉，轻念一声和。眨眼之间，水灵灵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，在睁开眼睛时已判若两人。虚张声势，嘿，灭！陈方剑剑指水灵灵，身后突然浮现3个骷髅头，眼眶中闪着莹莹绿光。骷髅头张开嘴巴，吐出一支黑色的长枪，枪尖环绕着黑雾，一看便知威力非同小可。3支黑色长枪同时急射而出，蕴含极凶的杀意，攻向水灵灵。奇怪的是，水灵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仿佛被吓傻了一般。陈寒想要出声提醒，可他根本就说不出话来，嘴里满是血，意识也越来越模糊。眼看就要被击中，水灵灵不慌不忙地举起手来，对准3支长枪，淡淡地喊了一声轰！几支黑色长枪被某种莫名的力量禁锢在空中，再也无法前进。水灵灵手指一挥，3支长枪同时掉落在地上。看着面露惊讶的陈方倩，水灵灵冷声说道：
没想到会被你逼到这种地步，我是要你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哼，强弩之末罢了，我倒要看看谁先灰飞烟灭。全部都给我滚出来，给我杀了他，否则你们都得死！陈方剑怒吼一声，几秒之后，有数十只茯苓飘进屋子，还有2只玲珑鬼。哼了一声，水灵灵左手掐剑指，右手先后掐出阵、前2种手势，身上涌出大量白气。和之前不同，脚边只冒出一个骷髅头颅，但是体积要大得多，眼中闪着白光。有几只茯苓见势不妙，想要偷偷溜走。陈方剑眉头一皱，一只黑色触手快速卷出，将那几只茯苓扯入体内。其他茯苓和2只玲珑鬼互看几眼，只好乖乖攻向水灵灵。水弹术。此时，骷髅头机械地张开嘴巴，连续射出数十枚鹅卵石大小的圆形水炮，无差别攻击所有茯苓。除了2只玲珑鬼，其他茯苓均被一击而亡。2只玲珑鬼也是勉强抵抗，根本无法攻击水灵灵。陈方剑见此状，急忙伸出双手，食指换作藤蔓一般的触手，直接伸进背对着自己的2只玲珑鬼体内。猝不及防的他们面露惊恐，惨叫一声之后，眼中的清明渐渐地消失了。在陈方剑的操纵下，2只玲珑鬼分别从口中吐出一个有半人高的大铁球、大火球，同时砸向了水灵灵。铁球和火球阻挡住了大部分的水弹，同时滚向水灵灵。水灵灵皱了皱眉头，右手更换了手势，掐出离、砍、低喝道：“水魔术！”另一只鬼头从脚边冒出，鼓着嘴巴，随后喷出一滩古怪的液体。液体转了几圈，从一团转变成一片薄薄的水面，如同早餐摊的煎饼一样，竖在前方。薄薄的水幕，和一路横行无阻、体积巨大的铁球、火球相比，如同螳臂当车，绝对没有胜利的可能。可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铁球、火球先后撞在水幕上，水幕微微一颤，却没有后退半分，反倒是铁球和火球被震得倒退了回来。陈方剑眼中闪过厉光，被他所控制的2只玲珑鬼发出凄厉的叫声。铁球、火球变得更加巨大，直径与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差不多，呼啸着再次冲过去，速度也更加的快。在铁球和火球的疯狂攻击下，水幕有些许晃动，不过还是成功抵挡住了攻击。水灵灵心随意动，第一个骷髅头疯狂地抖动起来，随后射出一个拇指大小的水弹，不过威力惊人。在他的撞击之下，铁球、火球根本就不堪一击，直接破碎跌落在地上。2只玲珑鬼如同被雷霆劈中一般，身体冒出阵阵白烟，最终化为了灰烬。2颗很小的黑色珠子从空中掉落，陈方剑想出手抢夺，水弹急射而出，他只能无奈放弃。收下2颗珠子，水灵灵看着飘在空中的陈方剑，伸手一挥，2只骷髅头没入地底，水弹也消失不见了。哼，别玩这些无聊的试探了，浪费时间。水灵灵冷声说道：“一招定胜负吧。”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陈方剑举高右手，以他为中心，吸引黑雾源源不断的涌来，逐渐包裹住了全身。水灵灵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，他从随身的小布袋中一次性拿出5颗黑色珠子，右手先后掐出巽、兑、艮3种手势。从脚边出来的也不再是骷髅头，而是一具完整的白色骷髅。骷髅晃动几下手脚，诡异的保持身体向前，脑袋却转了180度，死死地盯着水灵灵。水灵灵生出那5颗黑色珠子，骷髅一口吞下，露出满足的表情。与此同时，陈方剑吸收所有黑雾，变成2米高、半人半尸的怪物，这便是他的最终鬼态。陈方剑踏前一步，双手合十，从虚空中掏出一把长约3尺6寸的剑，剑身黑色环绕，从高空劈落，带有毁天灭地的气势。白色骷髅喷出一团鼻息，骨头逐渐变大，竟和陈方剑的身材相差无几。水灵灵单膝跪地，左手掐出剑指，右手掐出莲花手势。五行未迟，小象皆开，一物翻身，太玄3一，紫剑土地，神鬼冰封。这正是水灵灵之前使用过的阴阳术，
冰封百里，不过威力却是天差地别。白色骷髅双手合十，喷出一口寒气，寒气所向披靡，所到之处均凝结出1寸厚的冰层。寒气由虚转实，竟化为一只巨大的龙头，栩栩如生，龙须飞舞。冰龙头发出巨大的吼声，张嘴射出一条只有1寸长短的冰锥。转眼之间，雪白冰锥与黑色长剑撞在一起，爆发出巨大的响声，地板墙面全部被掀飞，尘雾飞扬。陈方剑脸上第一次露出难看之色，水灵灵则是闷哼一声，吐出了一大口鲜血。你输了！陈方剑得意的大笑，爆发出更为恐怖强大的气息。黑色长剑如同破竹一般，直刺入冰龙头。白色骷髅身体一震，摇摇欲坠。晕倒又被震醒的陈寒看到水灵灵跪坐在地上，面色惨白，可他的身体根本就动不了，也说不了话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方剑穿过冰龙，一剑刺向水灵灵的心脏。对不起，水灵灵，都是我害了你。若是有来世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陈寒眼前一黑，脑袋无力地砸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在陈寒闭上眼之时，陈方剑的剑也正好刺穿水灵灵的胸口。水灵灵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陈方剑得意地笑道：这可是你自寻死路，怪不得我。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还……终于把你给骗过来了。水灵灵伸出双手抓住黑气铁剑，白色骷髅已爆发出强大的气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抱住了陈方剑。不管这陈方剑怎么挣扎，始终无法挣脱。省省力气吧。陈方剑低头一看，地上贴着10张镇灵符，若是1、2张，凭他的修为倒也能挣脱。10张可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，而是量变引起质变，所蕴含的法力足以压制陈方剑使不出任何鬼术，如同砧板上的肉鱼。你不要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情。你应该知道，你骗不了阴阳师，我能看穿你心里所有的想法。你……水灵灵擦掉嘴角的血，缓缓伸出一根手指，点向陈方剑的额头。陈方剑露出恐惧之色。陈方剑惨叫一声，他在短短数秒之内从脑袋到脚逐渐的结冰，眼神也越来越空洞，最后变成黑茫茫的一片，再也没有任何意识，最后变成了一具冰人。冰龙一口吞下了陈方剑，咕噜几声之后，吐出了一颗黑色的珠子，正是水灵灵期盼已久的明元珠，比一般的玲珑鬼要大上2倍左右，可想而知其中蕴含着多么恐怖的能量。冰龙和白色骷髅慢慢的没入地底，水灵灵走过去，捡起黑色珠子，却紧皱着眉头，没有丝毫的喜悦之色。你疯了吧？若是吸收了这颗明元珠的能量，一定能恢复如初。你竟然想着给别人用，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救陈寒哥哥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他和你无亲无故，你没义务救他。不是我，你已经死了，你没资格再和我谈条件。若是此时有其他人在场，必然会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落魂而逃。水灵灵像个疯女人一般，一边手舞足蹈，一边自言自语：反正不行，我绝不同意你这么做。哼，既然你这么在意他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水灵灵拖着身子，一瘸一拐地走向不省人事的陈寒，眼中满是冲天杀意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陈寒悠悠地睁开眼睛，眼前黑乎乎的。啊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地狱吗？不知道等会儿能不能看到牛头和马面啊？换做2天以前，这陈寒是一定不会相信这世界上有鬼，什么牛头马面啊，黑白无常啊，不过是小说虚构的鬼怪。现在他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你若想死，可以自杀。
啊，这声音很熟悉啊！陈寒转头一看，水灵灵正靠在他左侧的墙角，不过模样很是凄惨，胸口附近的衣物破了一个大洞，面色惨白，像是垂死之人。不得不说，虽然水灵灵只有16岁，可她发育的着实不错，该大的大，该小的小，标准的魔鬼身材啊！配上没有一丝血色的面孔，更有一副病态的美感，让人忍不住有犯罪的冲动。你再看一眼，我立刻挖掉你的眼睛！水灵灵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谁允许你拉我的手？我的伤口疼死了！水灵灵如同受惊的兔子，脸色大变，想要抽回手，可她的动作幅度过大，扯到了伤口，顿时疼的是龇牙咧嘴。这个时候，陈寒终于是注意到了自己的身体，之前挨了陈方倩一击，腹脏破裂，濒临死亡，如今不仅好好的活着，而且除了几处皮外伤之外，竟无大碍，不由得大叹神奇。他又不傻，当然知道是谁救了自己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水灵灵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带我离开这里。陈寒走到水灵灵面前，正要弯腰时，水灵灵警惕地伸手挡住，皱眉说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天地良心啊，你好歹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对你可真的没有其他想法啊。看你这样也走不了了吧？我抱你吧，啊？不需要，我搭着你肩膀走就行。见水灵灵坚持，陈寒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背对着他，水灵灵搭着陈寒的肩膀走了几步，身子一软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陈寒赶紧伸手扶住，手掌一不小心地伸到了水灵灵的腋下，触碰到了一丝柔软之处。你干什么？找死啊！水灵灵勃然大怒，想扇陈寒一巴掌，可他实在受伤太重，站都站不稳。陈寒叹了口气，不顾水灵灵，直接公主抱把他给抱了进来。陈寒，你赶紧放我下来，不然我杀了你！行，等你伤好了，尽管杀了我吧。陈寒抱着水灵灵走出了屋子，来到通道，看到壁灯和电梯均已经恢复了正常。走出了 C3栋，二人看到远处的天边露出一片鱼肚白，没想到竟然折腾了一整夜。陈寒回想起昨晚的事，仍是心有余悸。虽然他不知道水灵灵最后用了什么手段反败为胜，不过也猜得出定然是险象环生，命悬一线啊。回到了出租屋，他把不知何时睡着的水灵灵放在了床上，替她轻轻盖上被子，心中滋味复杂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这水灵灵又变回了刚认识的那样，那么蛮横霸道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转身走出房间，在沙发上躺下了。睡了一会儿，陈寒睁开眼睛时，看到这水灵灵正坐在自己对面，死死地盯着自己。啊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不会是真的要杀了我吧？啊！这水灵灵也不说话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陈寒，看得他是心里直发毛。我说，你有什么事直说吧，别这样看着我呀！啊！哎，陈寒，你想不想成为阴阳师啊？你说什么？陈寒愣了一下，倒不是没听清楚，而是不明白水灵灵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之前他提过想做阴阳师，可是被这水灵灵给拒绝了，说是什么技不外传。难道他改变主意了？哎，对了，他说过可以完成我一个心愿的。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经过昨晚生死一战，这陈寒也明白了，阴阳师也是走在鬼门关边缘的职业，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松。所以他决定放弃当阴阳师的念头，做回一个普通人。何况他已经赚到了100万，到时候开个小店，做点小生意，生活无忧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？我也想通了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，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。哼，别说那么多借口，你就是怕死、胆小鬼、怂货、没用、不行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对男人说不行，小丫头。还有，我怕死。昨天要不是我拖延时间，你能杀得了那陈方倩啊？我怕死，我早就对岸你逃之夭夭了。哼，那是因为陈方倩有鬼术，鬼打墙把你困在了11楼。你敢说没有萌生过丢下我不管的念头？那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。所以说你还是怕死，既想着出人头地，又不敢拼。哼，我呀，真是看错你喽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
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。你走吧。不行，你还欠我东西呢。哼，我欠你什么了？100万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物业谈的那价值100万的交易。当然，若是你够厚颜无耻，也可以不还钱。老子才不稀罕那点破钱呢！给你，这张卡里有20万定金，拿去，还有80万尾款，你自己去收吧。现在，请你马上离开我家。这段时间我都会住在这里，算是你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你给我起来，滚出去！你想死吗？别忘了我的手段。你为什么非要赖在我家呀？你那么有钱了，你大可以住5星级酒店，买套房也够了吧？我喜欢留在这里，看你气鼓鼓的样子，还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说又说不过，这打又打不过。陈寒在心里是暗暗的骂道：难怪说蛇蝎美人，看来越漂亮的女人，这心肠就越歹毒。迟早有一天呢，我会把你狠狠地压在身下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当然了，这陈寒也只是在心里想想，这番狠话他是绝对不敢说出口。虽然还没到上班时间，可陈寒宁愿回到江南城的保安室里待着，也不想留在屋里看着水灵灵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。你记得帮我要回尾款，少1分钱我都会打断你的腿。关上门，陈寒忍不住踹了墙面几脚，小声的骂道：变态女人，妖婆38。你再骂一句试试。关上门，陈寒忍不住踹了墙面几脚，小声的骂道：变态女人，妖婆38。你再骂一句试试。水灵灵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来，吓得陈寒是慌不择路的跑下楼去。回到江南城，陈寒去了一趟办公室，正好碰到了张经理。嘿嘿嘿，真没想到英雄出少年，厉害！不知高人在哪儿学的一身好本事？如果没猜错，您肯定是故意卧底来做一个小保安的，对不对？陈寒说对也不是，说不对也不是，只能全程干笑。王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拿钱来！还有，给高人办理离职手续。这陈寒心里想啊，若是他拿到了100万，还在不在江南城小区做保安倒也无所谓。可是这笔钱不属于他，他也不敢拿着钱跑路。要是跑了，被这水灵灵抓到，他绝对会百般的折磨自己。可是这张经理给自己戴了这么一顶高帽子，再留下来做保安也说不过去呀。慢着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个 C3吧，可能还会鬼来捣乱，毕竟那儿的阴气太重了。所以啊，我决定暂时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。这样，你先不要对外宣扬我的身份，我呢继续当着小保安，过段时间再走啊。也行，高人您说了算，有您在江南城坐镇，必然百鬼不侵。张经理又命令王姐重新拟了一份合同，其他条款不变，工资直接翻了1倍，月薪7000起，还有各种福利补贴，一个月拿到手少说也有8000块，比一般白领的工资要高得多。回到值班室，这陈寒心里啊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呢，无心插柳成荫，这工资是翻了1倍；忧的是啊，自己被戴上了这么一顶高帽，万一这江南城小区要是再有鬼，那可怎么办？他可没有水灵灵这本事，要是求水灵灵帮忙吧，这一想到他呀，陈寒就打了个哆嗦。真要去求他，不知道会被侮辱成什么样子呢。哎呀，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大不了我存点钱，马上辞职，先睡了再说。陈寒，高人，少侠，你果然在这里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称呼啊？老张，你吃错药了吧？我都从张经理那听说了，你果然是高人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给你磕头了。张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让别人看见不笑话我吗？啊！这张月啊，可比陈寒大了20几岁呢，而且自从陈寒入职以后啊，张月对他是不错，处处都照顾着他。听完这张月的话，陈寒是一拍额头，苦笑了一声，暗想道：这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在张月的苦苦哀求之下，这陈寒只好答应跟他回家一趟。一路上，陈寒是再三和张月解释，只是去看看，不保证一定能救出他女儿。可是张月哪里听得进去啊？以为陈寒只是在谦虚罢了。C3都那么猛的厉鬼都能解决了，还救不了自己女儿？这张月也不是本地人，也没有买房子，和陈寒一样，在青海大学附近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。
你女儿是大学生啊？啊，大学生而已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文凭又代表不了什么，像您这样才是真正厉害的本事人呐。张月知道陈寒小的时候辍学，初中毕业，学历不高，怕这陈寒心里不舒服，故意这么说的。可是女儿有出息，做父母的怎么能藏得下这份骄傲呢？哎呀，我女儿呢，长得又漂亮，也孝顺，知道我们辛苦，从来不乱花钱，每天晚上都会准时10点前到家里。哎呀，可这最近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就变得很古怪，经常把自己反锁在家里，也不去上课。你说我和他妈进去问问吧，她又是摔东西，又是寻死觅活的，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，这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是不是失恋了？你们阻止她交男朋友，所以不敢和你们说？哎呀，真是失恋的话，那也可以和我们说呀。我也不是封建古板的家长，对不对？这女儿都读大学了，我当然支持她谈恋爱呢，怎么会反对呢？因为着急女儿的事，张月特意打了辆出租车和陈寒赶回家。张月看了司机一眼，小声地说道：“哎，最近这几天夜里啊，他的房间老是传出一些怪声，不像人类的声音，听起来怪瘆得慌，他妈都吓坏了。那就没有找过其他师傅来看了？哎，别提那些混蛋了，我和老婆找了好些个人，可这些穿着道士袍或者和尚服的驱鬼人，开口就提钱，收了钱还不办事。”拿着一些道具在客厅里装神弄鬼的耍了几下就完事了，说我女儿很快恢复正常。可到了晚上还是听到怪声，再联系那些师傅啊，一个个都说该做的都做了，让我们听天由命，也不肯退钱。啊，倒是有一个和尚说啊要进我女儿房间，可没到1分钟，面色铁青的滚了出来了，连钱都没要就跑了。这段时间，张月为了这事儿花了近2万块钱，可惜丝毫没有效果。他和老婆2人都快要愁疯了。钱还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宝贝女儿啊！若是再这么继续耽误下去，怕是要被退学了。所以，他得知这陈寒灭掉C3洞厉鬼之后，马上就来找陈寒，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。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，我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呢。你呀，太谦虚了，我相信你，只要您可以让他恢复正常，要多少钱都没问题。大不了我们把老家的地卖了，再不行去卖血卖肾。听张月这么一说，这陈寒也不好意思再拒绝了。可想而知，张月是被憋到什么地步才会不惜一切的。若是他现在拒绝，张月最后一点希望破灭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傻事呢。下了车，2人往吴破村走去。这个村子得名于村口有一辆100年的梧桐树，树身的直径有1米多，很是粗壮。这会儿有不少村民都在树下乘凉呢。张月，今天这么早下班呀？你快回家吧，你老婆都快急疯了。好谢了，马上回去。临离开前，陈寒听到那些人在小声地议论着张月的女儿，什么撞邪了、见鬼了、鬼上身之类的。只是时间太赶，他也不好留下来问个详细明白。这吴阔村有几块地被市里征收了，将来被用作搭建高架桥之用，所以这村里人得到了许多补偿款。他们用这些补偿款建了楼房，1楼、2楼自己住，其他楼层用来出租。张月为了女儿上学方便，租了靠近村头的一栋楼房。这是一栋7层高的楼房，外墙很新，应该是建好没几年。几个人正围着铁门处议论纷纷。其中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看到张月之后喊道：“张月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女儿又发疯了。我和你说，如果还是这样，这屋子我可不租给你们了。”为了多收点租金，城中村的房子一般都是自建电梯。2人上到5楼，看到张月老婆站在其中一间房门口，声泪俱下的喊道：“女儿呀，妈妈就你一个宝贝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妈妈还怎么活呀？”老婆，怎么了？你回来了，快救救女儿吧！这女人抱住张月，喊了几声，激动地昏了过去。陈寒让张月先扶他老婆下去，免得碍手碍脚。高人，我们全靠您了。张月背着他老婆进了电梯，门是虚掩着的。这陈寒一步一步地靠近门口，轻轻地一推，看到屋内是一片漆黑。这黑的也太不寻常了。仔细打量之后，陈寒注意到屋内的窗帘全部被拉了下来，透不进一点光亮。陈寒深吸了一口气，壮起胆推门走了进去。“你好。”
我叫陈寒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张小一，你在吗？我叫陈寒，可以出来见下面吗？陈寒摸到了门口附近的开关，按了几下，灯始终没有亮起来。他掏出手机，慢慢的往里走。为了省钱啊，这张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，靠近里面的房间。陈寒敲了敲门，礼貌的问道：我现在开门进来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，我只是想和你谈谈。扭开了门锁，陈寒小心翼翼地推开进去。这床上角落都没有人，奇怪，难道这张小一不在房间里？他心神一动，咬了舌尖一下，含着一口血：张小一，你在吗？陈寒转了一圈，还是没有找到张小一，也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这房间内的布置倒是很简单，只有一张床，一个小衣柜，一张摆着化妆品的桌子。陈寒屏住呼吸，慢慢地拉开衣柜。拉开柜门的一刹那，这陈寒的心几乎快要跳到嗓子眼了。可是里面还是没有人，难道他跑出去了？不对呀，张月说的女儿一直不肯离开房间啊，究竟去哪儿了？陈寒自言自语地转过身子，想下楼找张月问问。突然，一个长发遮住五官的脑袋出现在了陈寒面前，吓得他连退数步，砸到了墙上。此时，一个人正趴在天花板上，身体倒吊着，眼中闪着绿光，发出嗷嗷的低吼声。他咽了咽口水，故作镇定地说道：是小一吗？我是你爸的朋友，我没有恶意的，你放轻松一点。你还在吗？一直这么倒吊着，容易脑充血的。要不你先从上面下来啊？只见噌的一下，他从天花板上跳下来，趴在地上，像只蛤蟆一样。陈寒一点点的靠近，小声的问道：你是张小一吧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话音未落，他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抓住陈寒的脖子，把他顶到了墙边。陈寒拼命的挣扎，可他的手劲太大了，根本就挣脱不开。在挣扎中，陈寒扯下了右边的窗帘，一束阳光照了进来。他惨叫了一声，捂着脸退回到了阴影的地方。陈寒揉了揉脖子，勉强能看清他的脸孔，五官和张月给他看的照片一模一样，只是脸上布满青筋，而且表情狰狞。张小叶，你清醒一点，千万不要让他控制住你！嚎叫一声之后，张小一扭了几下脖子，身在半空之中的手突然长出4、5寸长的红色指甲，朝陈寒抓去。陈寒眼疾手快，灵活躲过，回头一看，被张小一抓过的墙上留下一道抓痕，这要是被抓中了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。期间，张小一的手不小心触碰到阳光，顿时冒了一阵白烟。陈寒看出他害怕阳光，赶紧靠在窗户边上。你怕阳光啊？你来啊，过来抓我呀！张小一眼珠咕噜一转，也不过去，抓起桌上的化妆品，不断地扔过去。好在速度不快，陈寒一躲过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小一出其不意地弯下身子，抓住陈寒的脚踝，他摔倒在地，被张小一拽起，砸到了墙上。砰的一声，陈寒跌落在地上，感觉身体都快要散架了。张小一趁机骑上去，按住陈寒的双手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姿势实在是暧昧。张小一张开嘴巴，露出像狼一样的尖锐獠牙，想要咬住陈寒的脖子。陈寒冲着张小一的脸吐了一口舌尖血，张小一捂住自己的脸，退后几步，惨叫起来。陈寒再也不敢逗留了，夺门而逃。逃到了屋外之后，陈寒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看到张月夫妇也在，张月抓住陈寒的手，着急地问道：高人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解决了？我进去看看她。先别进去。到了楼下之后，陈寒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臂淤青一大块，脖子上也显出红色的痕迹。张月老婆吴淑芳正哭哭啼啼的，说张月不该糊弄自己，找了一个小孩过来，这万一刺激到女儿可怎么办啊？你可别小看高人，他是我同事，可是灭了小区里我和你提过的那个厉鬼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胡说八道？他年纪比女儿还小，能懂什么抓鬼的本事？真有那本事，还去小区当保安？张月，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请搜虐大师，
要是女儿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。哎呀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那是心疼钱吗？我们请了多少师傅，成功过吗？我是不想再浪费钱了。高人要是没本事，能从屋子里平安无恙的出来啊？高人，您别见怪，我女人呐见识少，不知道您的本事，说话多有得罪了呀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但是你们家这种情况，我确实是应付不了。为了你女儿着想，你还是尽早另请高明吧。啊，高人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，我只有这么多的钱，不够的话，我明天立刻去卖掉老家的地和房子。陈寒看到张月硬塞过来的存折上只有几万块钱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赶紧扶起张月，正想解释自己不是不帮，而是真的无能为力。小伙子，你真有本事，帮帮人家。是呀，他们挺可怜的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夫妇俩都被逼死了。你别那么狠心。在门口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说道。这时，张月拉着自己老婆跪在陈寒的面前，厉声喝道：“哼，都怪你，赶紧道歉！要是高人不出手的，小姨就死定了。”高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糊涂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哎，行，我帮还不行吗？你们先起来吧，别再跪着了啊！哎呀，高人答应了，我们女儿有救了。不过我得先回家拿点东西。走到村口，陈寒忍不住扇了自己一嘴巴。这下可怎么办啊？答应了张月夫妇，自己凭什么手段摆平这事儿啊？靠舌尖血，怕是舌头咬掉了也救不了这张小姨。唉，看来也只有那个办法了。以他的本事，肯定是易如反掌了。陈寒掏出手机，叹了口气，又放回了兜里。今天早上他和水灵灵闹翻了，以他的性格，又怎么会答应帮忙呢？他回头看了眼张月一家居住的出租屋，想起张月夫妇跪在地上的场景，终究有些不忍。再次拿出手机，唉，我忘了，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呀。水灵灵这种怪人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手机，陈寒也没看他使用过。不过他在家里，想起即将要被他一阵冷嘲热讽，陈寒不禁打了个冷战。这个时候，陈寒听到了一阵怪叫声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乌鸦的聒噪声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村口的梧桐树底下乘凉闲聊的人散了，反倒树上聚集了一大群乌鸦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像人一样一直盯着陈寒，嘴里发出怪声。被盯得浑身发毛的陈寒不敢再待下去了，想着此地不宜久留，正要快步离开的时候，树上的乌鸦闻声而动，齐齐地俯冲下来。躲闪不及的陈寒被一大群乌鸦包围着，上下被啄了好几个伤口。陈寒脱下外套，又甩又扔，挣脱后冲到路边，钻进一辆出租车里。师傅，快开车，快！开出一段距离后，司机回头看了陈寒一眼，用耐人寻味的语气问道：“哟，小伙子，你可得当心点儿，最近可能要倒霉哟。”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好的很呢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好自为之啊！呸！师傅，你要真能看相，你怎么不去摆摊算命呢？还当一个出租车师傅啊？也太屈才了吧！师傅没再回话。陈寒像踢了块石头，无法还击，心里憋了一口气。回到出租屋，陈寒站在门口，手举起又放下，放下又举起。上天作证，若是能想到其他办法，他是绝对不愿意回来哀求水灵灵的。这早上才和他吵了一架，下午就回来求他，总觉得脸上又烫又疼的。唉，算了，男子汉能屈能伸，我是可怜张玉一家，这不算丢脸。陈寒插入钥匙开了门，还没有迈步，就听到水灵灵的警告：“先别进来。”水灵灵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上身套着一条卡通 T 恤，下身穿着一条小短裤，露出两条又细又白的长腿，看得陈寒是直咽口水。水灵灵瞪了一眼，拿起一条毯子盖在大腿上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是不是不想要眼珠子了？想做瞎子说一声，我可以帮你。”我又不是故意看的。再说了，这是我家呀。等一下，没事了。这张不记名的储蓄卡里有80万，密码是6个8。哦了一声之后，水灵灵让陈寒把卡放在桌子上，继续嗑着瓜子，看着电视。这整天在家里也挺无聊的吧？对吧？不会啊，我觉得挺舒服的。之后，陈寒又找了一些话题，比如水灵灵在 L 市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啊？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
水灵灵难得耐心的应了几句，不过眼睛一直盯着电视，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水灵灵，你先别看电视了，我有些事想和你商量一下。电视里正播放着一段韩剧，男女主角正哭得死去活来，水灵灵看得很入神，眼睛水汪汪的，似乎很受感动。陈寒心里暗暗想到，没想到这平日蛮横不讲理的水灵灵也会如此迷恋韩剧，像个小女生一般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水灵灵彻底的沉浸在电视里，压根就不理会陈寒。这无奈之下，陈寒一屁股坐在桌子上，挡在了水灵灵和电视的中间。你干什么？快走开！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马上让开。哼，原来有事求我呀，尽管说说看。陈寒详细说了张宇一家的近况和张小艺的异常，还特意说了他们有多惨。可是这水灵灵的表情由始至终也没有任何变化，全程面无表情，弄得陈寒很是尴尬。我说，你可以帮帮他们吗？这俗话说救人一命胜作七级浮屠呢，啊，行不行啊？不可以，不想，不愿意。为什么呀？他们那么可怜，你又有能力，难道韩剧比一条人命还重要啊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不是帮我，是帮张月。我为什么要帮张月？我和他非亲非故的。再说了，他是你的朋友，又不是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其实我也可以帮他们，我也不是那么绝情冷血的人。啊？那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慢着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可惜呀，他们是你的朋友，所以我不愿意帮。哎呀，是你害了他们。你好，你既然不肯出手，那教我总可以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后悔了吧？难受了吧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开心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，水灵灵？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了？也不知道是谁早上说我陈寒说到做到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绝不会求你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一句话，帮还是不帮？想打我呀？你尽管动手呀，让大家都知道陈寒好厉害，一个大男人不仅出尔反尔，还会动手打女人。回来之前，这陈寒也预料到水灵灵会如何冷嘲热讽，可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过分，完全不念一点情面。当陈寒扬起手，水灵灵也故意扬起脸，嘴角还露出一丝冷笑，明显是认定陈寒不敢动手。最后，陈寒走到阳台上，拿起锅铲子摔在地上，又在墙上揍了几拳，疼的是呲牙咧嘴。哼，被这水灵灵激到这个份上，也不敢扇他一巴掌。哼，发泄完了，陈寒，你再多求我几次，说不定我一时心软会答应你。你做梦！你是恶毒的女人，你迟早会有报应的。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？在陈寒快要昏厥的时候，水灵灵松手把他扔在地上，转身走进房间。回过气来之后，陈寒看着房间，低声骂了几句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外走。离开之前，他心神一动，顺手拿走了桌上的某样东西。